摇摇晃晃的人徘徊在深夜，半梦半醒的深黑。伤心的人都在跳舞，伤心的人都在跳舞，伤心的人都在跳舞，伤心的人都在跳舞。闪烁的瞳孔，眼睛在游泳，有什么被歌颂，什么被扼住了喉咙。Hello everybody， 大家晚上好，我是刘宇宁，欢迎各位。嘿嘿，来来往往，摇摇晃晃的人徘徊在深夜，半梦半醒的深黑。伤心的人都在跳舞，伤心的人都在跳舞，伤心的人都在跳舞，伤心的人都在跳舞。今天是一个新主播求关注啊，朋友们啊，新主播求关注。对着镜子摇摆晃动，摇摆晃动，来来往往，摇摇晃晃。有朋友说海外粉来了是吧？哦哟，海外粉你是哪里的？你是此时此刻你正在哪里啊？伤心的人都在笑，说了你后，世界在转动，谁喝了几杯后，对着镜子摇摆。刚有朋友问说，刚才那个声音是啥？是这个吗？摇摆晃动，是这个吗？来来往往，这是这个。摇摇晃晃的人徘徊在深夜，半梦半醒的深黑。伤心的人都在跳舞，伤心的人都在跳舞，对着镜子摇人都在跳舞，伤心的人都在跳舞。伤心的人都在闪烁的瞳孔，眼睛在游泳，有什么被歌颂，什么被扼住了喉咙，跳舞，扼住了喉咙。伤心的人，有朋友嘎嘎响，这就是开直播了。一看这位朋友呢，就是没有在我的粉丝群里，因为今天那个开播之前我去群里去冒了个泡啊，跟大家说一声，我说有可能直播，我看我今天的状态，我太累的话我就不播了，然后那个不累的话就上来播一会儿啊。现在我就属于累和不累之间，所以那就勉强播一会儿吧。有人说宁哥能换个发色吗？我之前不漂过那个黄的吗？先漂过黄的，然后那个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头发得经常去补，经常去弄，而且漂完之后得经常弄，麻烦。我这人又是不是太喜欢去弄头发那个东西，所以就是而且上节目特别麻烦，尤其我现在又回来做歌手了。年底各种的这个晚会啊、演出什么的，上节目不能用不能有别的那种奇怪怪的颜色，所以就黑的就挺好啊，挺好的，是吧？
我声音小啊，声音小，你把那个你的电话声音调大点，行吧？把你电话声音调大点就好了。我别让我调了，我这个上一次直播不是说那个效果不好吗？刚刚有朋友还问了，说老大这次效果调好了吗？依旧一般啊，依旧没调好，但没事儿啊，就是我的直播就是听个乐呵，然后那个有心情了就唱两首歌，没心情呢就跟你们唠会儿嗑，或者怼粉丝什么的就挺好。反正我的直播就是比较的松弛，比较放松。声音很大是吧？你看看，有人声音大，有人声音小，你说这怎么弄啊？所以尽量是戴个耳机听啊。如果你身边有那个耳机的话，有条件的话，把耳机戴上啊。对，而且我这一次调声卡，我还让他给我调了一个电台主播的声音。我现在还没有开启，我开启之后，我瞬间就变身成为一个这个电台主播。今天花了几百这次花了有点贵，这次1000多块钱。是不是？开一下听一听。好的。OK， 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摩登兄弟刘宇宁带来的午夜电台。我是你的 DJ 小宁，欢迎各位，也希望在这儿能够跟大家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美好的夜晚。晚上好，各位。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华语乐坛的一位小歌手刘宇宁的专辑里的一首歌，叫做《伤心的人都在跳舞》，也希望大家喜欢。摇摆晃动，闪烁的瞳孔，眼睛在游泳，有什么被歌颂，什么被有人说很可以，是不是很可以？没白花钱啊！还是宁哥的声音，废话，那不是我的声音可还行？那怎么可能不是我的声音呢？是我的声音啊！有朋友说你咋在我耳边说话呢？我没有啊。相当可以，相当可以。行，那尽量还是别用这么就是贴耳的声音了，这样会让这个就是大家可能就是干扰各位的思绪，所以还是正常吧。住了喉咙，住了喉咙。有朋友说宁哥啊，我串儿发芽了怎么办？你盘的啥？你盘的黄豆啊，还是盘的豆芽？怎么串儿能发芽了呢？你串儿还能发芽了？你是咋了？很奇怪，串儿发芽了啊！你盘的是土豆吧？行，我不知道泡水了，泡水也不能发芽，因为正常的那个树籽类的东西，它都会就是摘下来之后呢，都会用那个水煮一遍，因为它要去果肉嘛，然后它留那个果核让大家盘。有朋友说农副产品，没错，就是串儿就是纯纯的农副产品嘛。盘的洋葱啊，行呗。发芽了，一般是有的是有毒的，尽量也就不要盘了啊。土豆也能盘，可以，你想盘啥都行。来往往摇摇晃晃的人徘徊在深夜，半梦半醒的深夜。有朋友说马上结束了吗？我刚开播。老弟啊，我刚开播，你说马上结束了，你啥意思？热搜进来的，我有热搜吗？没有热搜吧？我刚开播哪有热搜？有朋友说京东你买的啥？你透露一下。哇，买了太多了，因为我喜欢电子产品嘛，买了好多电子产品。
伤心的人。有朋友说横屏看怎么没有弹幕？你可以左右滑一下吧，我也不知道有关闭弹幕的，有那个正常的那个有弹幕的版本，你自己看啊。伤心的人都在跳舞，伤心的人都在跳舞，伤心的人都在跳舞。闪烁的瞳孔，眼睛在游泳，有什么被歌颂？有朋友买车了，你在京东买车了？有人说老大苹果17买了吗？这一看新粉，不仅是新粉，而且我的一些平时出行的一些东西他都不关注，他都不 follow， 哎，他都不 follow。什么被扼住了喉咙？扼住了喉咙。来来往往，摇摇晃晃的人徘徊在深夜。行吧。半梦半醒的整夜。伤心的人都在跳舞。有朋友说不是 follow 是 follow， 显得你英语好了，用你纠正我发音。哼，你怎么你老师啊？你是用你纠正我发音？我就是 follow， 有问题吗 ？Follow me，follow 的。你能听懂就完事儿了呗，是不是？哦，也对，刚才那个朋友其实纠正我也是对的，因为现场就是这个有很多其实有海外的那些粉丝看我直播了，可能这个有可能就是他对中文这个理解可能是就是不太会啊，他不太会，他有的时候可能是 listen 不懂我在talk 什么。对不对？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现在这个，其实我现在此时此刻应该下面有一个双语字幕，让很多海外的朋友也能听懂我的直播在 say what 啊。伤心的人都在跳舞，伤心的人都在跳舞。有朋友说宁哥你可以连麦我给你那个同声传译，你给我解释一个我们东北话吭哧瘪肚你怎么说用英语？我们东北有一个我的有一句方言是，你看你坐在那儿吭哧瘪肚的那傻，吭哧瘪肚，你在这吭哧瘪肚半天。Please use English 翻译一下，吭哧瘪肚，说吭哧瘪肚，look bad 闪烁的霓虹，世界在转动，谁喝了几杯后，对着镜子摇摆晃动。有朋友说汉语怎么打？就是吭哧，吭哧这两个字是能打出来的，憋是憋住的憋，然后肚是肚子的肚啊，吭哧憋肚。听不懂，就是我给你用表演的方式给你演一下吭哧瘪肚是什么意思，就是这种的，就是不是，我，这个叫吭哧瘪肚啊！对，有朋友打出来了啊，打出来了啊！摇摆晃动。播多久了？刚播一会儿，刚播了我看看多久啊？
我这边有时间的，我看看播了15分钟，还行。你没来太晚，所以你肯定是你，我看你还是好像是写的 MD 啊，就是我的粉丝。如果此时此刻你这个关注还没点的话，把关注点一下，你就不会错过我的直播了。哎，我鼻子好痒啊，为啥？来来往往，摇摇晃晃的人徘徊在深夜，半梦半醒的深夜。今天周几啊？今天哦，周一，今天啊，今天周一。伤心的人都在笑着霓虹，世界在转动，谁喝起背后？我说老大，你在婚礼上怎么跟长辈一样？你是说我年龄大吗？什么意思？什么叫长辈？那天就是那个京东直播嘛，直播完了我就直接去那个去黄子韬，去我涛哥婚礼去了啊，去参加婚礼，因为他很早跟我说了，他很早就发来那个请帖跟我说，他说那个哥我结婚，我说你不是结过了吗？我印象当中他结过了，没邀请我，没有开玩笑了。我说哪天？他说那个16号，我说行，我说我去，那个我看看我16号有没有啥事儿。结果我就一去问16号那个京东直播，我说能不能换一天？我说能不能换日子啊？因为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儿，那个我朋友结婚。我从出道以来，我出道7年了，没参加过婚礼了。哦，就是我们东北就管参加婚礼叫啥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啊？叫吃大盘子啊！我之前也讲过，就吃大，就是比如说，哎，走啊，那个谁结婚，我们吃大盘子去。就吃大盘子的意思就是吃席啊，就是那种大盘子嘛，盘子很大。我们丹东那边就说吃大盘子。啊，就是这意思。然后呢，我就跟那个我一问，他们说那个日子改不了。我说好嘞，那就那个播完了去嘛。然后那个什么，那个人家京东那边还特别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知道我跟他说了，我说我参加我朋友婚礼，他说啊好嘞，那你朋友婚礼在哪儿？我说在哪，就是其实是那个离北京市区很远的一个地方。他说行，那我们直播的棚就找一个离婚礼现场近的地方，然后给搭了个棚在那儿播的啊，就是还蛮好的。然后那天那个直播完了嘛，我就去了嘛，然后那个当时就发了一个地址，我就去了之后呢，进了一个园区。没找到婚礼现场在哪，然后呢，那个因为我也没带工作人员，我就跟我那个助理啊，然后他开车嘛，我就带了一个助理，我就去了。然后那个然后到了一个，就是在里边在那个园区里绕了半天找不到地方在哪儿，然后呢，我就那个什么，我就说你下车问问那个黄子韬婚礼在哪儿，然后呢，他就找了一个里边类似一个像酒店门口那个地方，他就下车了，他就进去问，他说：“哎，你好，那个问一下那个黄子韬酒店婚礼在哪儿？”然后结果过了一会儿，他就上车回来了。我说：“在哪儿了？找到了吗？”他说：“人家不告诉我，说婚礼保密。”我说：“你看，我估计我那个助理看起来像一个就是带拍之类的。”有人说现场保密，说都不能说啊，不能说在哪儿。然后呢，那个我当时一想，这咋办？我问路，然后我说我到婚礼在哪儿，然后人说保密去不了，那我往哪走？因为地址就写的这个呀。然后我想说，那就得动用一下我的这个明星身份了。于是乎我就下车了，因为当天我也这个穿的人模狗样的嘛，大家也看到了，穿一条西服。然后就下去了，我就进去了，我就进去找那个人了，那个人就是门口那个前台的人。我说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黄子韬婚礼在哪儿？我是来参加那个婚礼的。
然后呢，他一看我，他这样。哦，你呀，啊，我认出你，我认出你了，哎，这那个人，那个黄子韬那边说，那个人家说不让说，我说那在哪儿？给在前面什么坐，给我指了一顿路，然后我出来之后坐上车，我就很美滋滋的，我想说，这国民度是上来了哈。伤心的人都在深锁的瞳孔，眼睛在游泳，有什么被歌颂，什么被扼住了喉咙，扼住了喉咙。结果就去了嘛。有朋友说老大你随礼了吗？那肯定随呀，礼肯定是随的，那不是随礼，那跟随礼没关系，就送个礼物嘛。对，肯定要随的。我朋友我在这行业没几个朋友，这是朋友结婚，很开心，然后就该随哪能我平时朋友们，你们是这样的，我就是在你们面前营造的一个人设，就是一个抠的人设，但其实正常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我这人很大方的，我这人一点都不抠啊，是。对，去参加婚礼了，挺开心的。有朋友嘛，因为他是啥呢？他说了，他说他也不，他说他不想邀请那么多人，就是那种，就是他就想觉得自己不想搞那种特别大的那种的，他就想低调弄那种的，然后就请几个就是比较熟的朋友，然后正好在北京就过来玩一下一块玩一下，比较随意比较随意，也挺开心的去参加一下。然后那个，对，我看他也那个没有伴郎那天，那天我说没有，他跟我说，他说那个女方那边就好像他很多那种一起比赛的朋友们都去了，然后我说那你请谁帮你了？他说我他妈就我自己。我说我说你没弄伴郎啊？他说我没弄，我不要，不用。然后我心想，我这个口不好开，朋友们。有朋友伴郎不是你吗？不是，就是我当不了伴郎。说来惭愧，疯了。你们哈什么？有什么哈的？不是，反正但是其实我们没那么多讲究，因为你想他那个，其实现在年轻人没那么多讲究，说白了真的没那么多讲究。为啥？因为那个你看他婚礼都晚上办，婚礼都下午办。其实我们那边我虽然我没有经历过但是我们听说都是那种就是我们那边东北那边说晚上办婚礼都是属于二婚，属于。但其实现在年轻人没有那么多讲究，年轻人真的没那么多讲究就是都正常就是自己开心最重要这个婚礼也不是办给别人的，是办给自己的。我觉得你们应该有这种心态有朋友天津正常就是晚上是吗？我们那儿有句就是我们那儿的习俗因为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习俗，就是一般结婚都大早上4点钟就起来开始忙活呀，什么铺红纸各种的乱七八糟的。然后但是那个晚上一般我们那边说晚上办都是二婚什么之类的，但是正常婚礼的时候早上很早忙活一天广东好像也是晚上，上海也是晚上是吗？南方是下午晚上是吧？安徽是中午，对，基本都是中午吃席嘛，对吧？东北是早上的，东北是上午是这样的。对，所以就是反正也挺开心的，去帮我。一看他这边没有伴郎，我说我作为他朋友，我陪一陪嘛，对吧？但是不能让我朋友丢面也，但是我也不会给他增什么面子了，就是寻思帮忙，给他也不算撑场面，就作为朋友的那种支持但是咱也别喧宾夺主我就往后扫一扫，但是陪着点因为下午本来他让我下午就去，下午我不是那个直播嘛，然后就晚上去就陪他溜达溜达，乐呵，挺好的，挺开心的也吃了好多好吃的我没理由伤悲，
你爱的那么纯粹，都是我自以为，弄错了想追寻的方位。忘记你离开我，忘记你离开我多久，有没有人会为你停留？和你在一起，世界是鲜艳的色彩。他们说我好了起来，怎么我世界变得黑白？珍藏的照片舍不得删掉，时间走的时候拿的啥呀？我虽然是随礼了啊，我朋友们，我先说啊，我随礼了啊，但是呢，我中午的时候我就刷到了，说那个黄子韬婚礼的伴手礼里边有 iPhone 17，说黄子韬的伴手礼里边有 iPhone 17 Pro Max，啊，我去了，我一定得拿一个。说黄子韬的这个婚礼的那个伴手礼是价值3万块钱的一个伴手礼，然后呢说里边有这个 iPhone Pro Max 17啊，橙色2T 版本啊，那不也不知道，反正就说里边有 iPhone 17，我就去了。我刚一进去，因为可能他在休息室嘛，那个时候还没婚宴没开始呢，我就去了。我说今天我来了，我就是别的我没有什么事，我就一定得拿个伴手礼来。他说为啥呢？他说为啥呢？我说我听说里边我听说是价值3万块钱，里边有一台 iPhone 17。他说那胡说八道，那纯胡说八道。他没有，他说没有价值3万，没有。然后呢，我说那个，他就说他说都是网上瞎传的，还说在三亚呢。我说哦，但是我心想就是没有3万也有台 iPhone 17吧。我就没详细问，你显得咱们很那个，显得咱们很那个，你知道吧？我说我寻思那没有价值不是3万，那起码手机1万多，再加点别的什么零零碎碎2万左右呗。然后呢，走的时候，因为那个伴手礼都放在自己的座位上嘛，然后走的时候我就必须把伴手礼提的，因为我不知道里边有什么，然后于是乎呢，我就拿回家了。回家我第一时间我就给拆开了，哪有手机呀？谁传的？胡说八道的，害我白兴奋一顿。哪有手机？没有手机啊！都已经模糊掉，离开原来没更好，怎么会变得那么……有时候白高兴，也不是白高兴了，就是我以为有呢，但是你发现没有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失落。但是我确实也不是差一个手机的人，我就对我自己也有了，但是问题就是然后被调包了没？不至于啊。糟糕，你看我的眼神好像又失落了几分，是不是没变成和你想象中一样的人？我知道怎么挽留，你还是会松手，只有我念旧。你看我的眼神怎么又失落了几分？是不是没变成和你想象中一样的人？可一开始是你说的，我是你眼里的星辰。有朋友上热搜了，我不信。不可能。有朋友说上热搜了，我不信。我现在就要拿起我的 iPhone 17 Pro Max 2T 版本橙色来看一看，我到底上没上热搜。嗯。
哦，上了热搜21，哎，可以可以可以，嗯。有朋友给我评论说，今天是香香宝宝。Don't call me baby, please。我看有人喊我宝什么之类的，我就想吐。你说我20出头还行，20出头还行，你说粉粉嫩嫩的还行，你这整的我就感觉你喊我宝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我自己感觉我都想管自己叫老 baby 的感觉。老 baby 就不怎么好词儿，别搞啊，老妹儿。还有一个热搜说刘宇宁夸李牧哥导演会拍，行呗，2个热搜呢啊，可以。我发现了，咱的粉丝里有变态，粉丝里边有变态，呃，说我是妈妈，我是你妹，你惨不忍睹，不能看了，嗯。朋友们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们都是朋友啊，我们都是好朋友，就是在互联网上认识，网络一线牵。朋友们就是有互联网，咱们都属于网友加上朋友啊，网友。然后呢，网络一线牵，珍惜这段缘，好不好？你就是给我正常一点，我特别害怕精神病啊！没看现在微博我签到都不怎么频了吗？总断签，原因就是我一上来就能看到一些精神病。我很怕，因为我不想我的世界里是这样的，我不想我的世界里是这样子的。我不想去被这些东西所沾染。气氛怎么看，你懂怎么玩，就把月光打开，让梦射进窗台，我爱的你。Please, please,
不要了。你们朋友们，我是再郑重说一回，你们比我大的可以管我叫小宁啊，或者小宁；比我小的愿意叫宁哥就叫宁哥，不愿意叫宁哥就叫小宁也可以，叫刘宇宁也可以啊。但其他的称呼我真的不需要啊，我就不要了。啊，一会儿老大能聊聊音乐原计划吗？可以聊啊，没什么不能聊的。音乐人计划就挺开心的录的，然后因为我第一季就去了嘛，第一季本来我是就是因为那个节目很早之前就我大家也知道，很早之前就聊了，第一季本来是常驻的，但那个时候在拍书卷，正好在拍书卷的时候，然后我没时间常驻因为精力完全是不够的，所以就去了4期吧，我忘了反正去了4期还是几期我忘了，然后这一次呢就是常驻了嘛。对吧？从第一期开始就到结束，也挺好的，因为我也现在也不回来做歌手了嘛，就是希望能收到点好歌，然后有一些好的舞台，收到自己喜欢的歌，就挺好的，然后就是，但是有些歌真的是，朋友们，就是我跟你说，其实这个节目录的有点难，为啥呢？对于我来说啊，因为有的时候你遇到好听的歌，打个比方啊，遇到好听的歌，那好听的歌或者是认为它不错的歌，肯定喜欢的人很多。然后呢，打个比方，有三个人都给一个人卡片，都给一个人卡片。我这人有一个不好的一个毛病啊，就是很多人喜欢的东西，我就不愿意跟别人去争。我就不愿意跟别人，这不是什么好的，这不是什么美德啊，只是我这人比较怪，比较矫情。打比方，一首歌很好啊，好多人呢都喜欢，那我也喜欢，没错，因为我也喜欢，但是呢，我就会心里就会特别拧巴，我就想说，我给不给这个唱片，我弄不弄？就是弄完之后，因为里边都是一些弟弟妹妹啥的。就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跟人抢，就是我就觉得我有点不好啊，我觉得何必呢啊，就是跟人抢不太好。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不抢的话，我那期就唱不上歌，你知道吗？我就等于录了一个真人秀综艺。那我的价值在哪儿？我去的意义是啥？你知道吗？所以对于我来说就比较矫情，对，有朋友说矫情，是我就是一个比较矫情的人啊，我这性格就是很怪，我这人很差的，然后我就是这样的，我去了不白录了吗？所以有的时候一定得抢，这个时候你心里又开始矛盾了，你抢不过别人怎么办？你知道吧？我又是那个就是特别怕付出了一些这个情感或者真心，然后没有得到反馈的那种人。我就是你看我就矫情上了。打个比方，我很喜欢这首歌，3个人给了他唱片，结果他没选我，你知道你会很难过的。我不是跟面子上没关系，只是说我就觉得有些东西是我从来不做上杆子的事儿，因为上杆子不是买卖。但问题是，如果我不上杆子，又唱不上歌，我去了又录了个真人秀，跟人嘻嘻哈哈、吵吵闹闹了一期，然后歌唱不到，所以这个节目录的我就是心里有一点拧巴啊！我不知道，反正但是那个过程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挑战啊，就是太内耗了，拧巴也不是内耗，反正就是我有我的一套生存原则和生存法则。也不是不能打破，只是说有的时候他触碰到一些边缘的时候，我会有点难受，但这个难受也不重要可能经历一些每些，就是人，我是认为人经历一些不舒服的事情之后都会有所成长。你总在舒服的区域，你去生存生活，你的见解和你的理解和你的见识、三观这些东西都不会进步的啊，所以也是挺好的。有节目不能换另外一种方式吗？就是换什么方式？
如果他不这么做，那就不是这个节目了，他就是别的节目了，他就是天赐的声音了啊。对，我就想说每一期都有首歌唱嘛，因为很多我不是为了自己，我当然也是为了自己啊，不要说好听的话，就是我希望那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咱家朋友看节目啊，肯定为我看嘛啊，别人我不知道，别人是为别人看，但是咱家朋友肯定为我看嘛，为我看节目的时候，你等一期我没歌，我这件事会让我很沮丧啊，你说我对吧？你看我个真人秀，那没啥意思，对吧？所以我就想说，还是能唱一首。可以的啊，希望能唱一首吧，但是录的很开心啊，录的是很开心的，因为我说实话，我这一年回来做歌手，我真的我觉得大家也能感觉到我整个人阳光了很多啊，整个人阳光了很多，就很快乐，真的很开心，对，就是我觉得比拍戏开心多了。啊，比拍戏开心太多了哦，因为你就是你唱歌的时候，你就尽情的表达自己就好了，你想怎么弄你就怎么弄，所有的东西都是你可控的，编曲你想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对吧？然后你想用什么配乐用什么配乐，你想找谁做找谁做，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你想改什么旋律你就改什么旋律，你想用什么音色去处理这首歌你就用什么音色处理，然后放出来之后，哪怕它不火也没人骂你。很自由，我跟你说，很多人说做自己，我跟你说，歌手才能做自己，演员做不了自己，演员都在做别人。所以当我回归做歌手的时候，我可以做自己，我就觉得好开心。哪怕我的东西出来的东西很土、很 low、很难听，无所谓，这是我要的。就像刚才很多朋友指点我说，让我这个更换什么工作人员，选择什么样的工作，我觉得你没必要跟我说，因为你绝对不会比我更懂怎么做艺人。所以你的意见我是不会听取的，因为你绝对不会比我刘宇宁更懂怎么从一个网红变成艺人这件事儿。我如果听你的话，我可能走不到今天。所以当然很多其他家的粉丝，你们也应该，如果你在我的直播间的话，你也听着宁哥这句话，你可以受用，你也可以当个屁听。你绝对不会比你粉的那个艺人或者他的公司更懂怎么做艺人这件事儿，所以你教给他怎么做艺人，该做什么，什么戏该接，什么节目该上，完全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你绝对不会比他更懂的，否则你就成功了，或者你就培养出一个更牛的艺人了。很多东西是这样的，我开心最重要。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我不是我开心最重要啊，就是我想说，我现在就是，我觉得第一，我年龄也到这儿了；第二呢，我也不知道我该去哪儿了，差不多了。我接下来就是觉得我喜欢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是做什么事开心我就做什么，这是我现在的一个算是一个目标吧。啊，是这样的，就是我不会让很多人东西去干扰我的思绪。或者干扰我生活的方式和我生存的方式，也就等于现在我想直播我就播。很多人说刘宇宁你别播了，播了就很像网红，很 low 啊，很像一个主播，我也从来没听过他们的呀。我不也每次都播吗？对吧？所以就是这样的，你们我做的所有的事儿就是我顺心最重要啊，我做什么事儿顺心是最重要的啊，否则什么都做不成。嗯，我说那以后还接戏吗？你是我影迷吗？影迷朋友，接肯定是接啊，当然接啊，为啥不接？我才拍了不是4个男主，4个古装男主，我才拍了4个古装男主
3部破万了，有一部播的非常的也不错的《书卷一梦》嘛，哦，在行业有口碑，在平台也被认可，观众也喜欢，凭什么不拍？成功率这么高，我不拍。拍。有朋友，这是已经接了的意思 ，Don't 揣摩我的心思好吗？Please don't 揣摩我的心思，总觉得你好像能算命似的，你好像是掐指一算，刘宇宁这次接了呀。我告诉你，我现在一个剧本都没有接啊，我也连看都不看，因为我现在当下就在做音乐，我全身心搞音乐啊，剧本都没看，也没有深度意向。因为上次我也是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那个也是平台的一个领导嘛，就问我说哎，那个小宁，你剧本都谁帮你看？我说我都自己看，我都自己看，所以以后其实我可以接一个活，就是帮人看剧本这件事儿。对，我剧本都自己看，我得自己有感觉。你跟我说的天花乱坠，这个剧本我没感觉，我肯定是不会接的啊。你什么班底也好，什么这个那个的，什么大牌小牌，什么这些东西都对我来说不重要。我没有感觉的东西，我绝对不会接了啊，因为没必要接一些没有感觉的东西硬拍。我要去哪儿啊？对吧？就是我就是觉得现在正在做歌手嘛，我就在做歌手，我就好好弄，我就专注当下的工作，把它弄得精彩一些。那精彩不敢说，但起码我开心，我投入。然后呢，我上次不跟大家分享了吗？最近就是还想提升，就是唱功。哎，朋友们，你们千万不要认为说，哎，宁哥，你都已经那个出道这么久了，唱了这么多 OST 了，你也算一个歌手了，也在这个华语乐坛这个青年歌手当中也算有一个小小的位置了，你怎么现在还在学唱歌？我跟你讲，朋友们，我都上网，朋友们，我上网搜啊，我搜什么关键词？高音如何唱？啊，混声的这个方法有几种？在唱 R&B 的时候，那个要注重哪些？全部看基础教学，全部上网学。我的知识来源基本都是网络。我的基础教学，我的各种教学都是来。有朋友说找周深老师，是啊，我搜高音如何唱，搜到周深在网上教人唱歌的视频了，我看了半天。他也没教得太透，我怀疑啊，再想跟他学得收费了，所以我看看下次有机会就是现场见他，我就跟他现场请教。我说后半段你没讲的，你单独你给我就是咱们私人关系，你给我搜课。是这样的，朋友们，唱歌这个东西啊，就是不是说当然不止唱歌。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儿，就是任何人身上都有你可以学习到的东西，哪怕是缺点，你懂吗，朋友们？任何人身上，就是你身边经历的所有人身上，都有你能学到东西的地方。千万是以前有个词叫不耻下问的那个东西，就是扯远了。就是任何一个你身边出现的人都会让你从他身上学到东西。如果你能有这个意识的话，你会进步非常快的。对。总是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但是很多人很少会执行，就是这样的。就是哪怕这个人身上的缺点，我说的缺点不是要学他的缺点，是他的缺点我绝对不要去学
而且去做，要引以为戒，这也算收获，这也算学到东西了，学到该避的东西该就得，所以是这样的其实我当然我说这个不是在吹嘘什么呢，这几年我确实是这么过来的，朋友们，我以前是学厨师的，谁能想到我是烹饪2技校毕业，天天炒菜的一个选手，到今天唱歌演戏的，直播的，对吧？后面还可能干别的。所以那为什么就是在你工作过程当中，你要不断吸收别人身上的东西，不断吸收。每一个合作的人，我都偷偷学他一个东西，把他的精华学过来。我就像练那个武林秘籍当中那个吸星大法，包括像火影忍者里边那个卡卡西血轮眼，可以去复制别人的这个招数。我爱的女孩，这美只属于我。有朋友说宁哥，手上拿的串是什么种类？这个是百香籽儿啊，但是现在百香籽儿我已经不玩了，这是很早的一串了啊，百香籽儿。然后这个也出镜率也比较高的啊，它是一个百香的横打啊，咱家朋友都见过，都肯定是见过的。现在主要玩的就是那几条凤眼。有朋友还问我，那天我看我直完播，有朋友问我手上戴的这是什么？有朋友说是南红，然后我看下面有朋友很懂啊，说应该不是南红啊，那个红色那个串应该不是南红，为什么呢？因为艺人很少戴南红串，因为听起来不吉利。你说到我心坎里了，确实我从来不戴南红，偶尔就是配饰里有几颗南红的无所谓，但是你让我戴一串南红，我绝对不戴，确实不吉利。南红，你说你做艺人南红了还行，你得红啊！你不仅不能戴南红，你还得弄一个就是叫做药师一线啊，因为大家也知道看过那种黑珠子，上面有一根白线，那个叫一线啊，不仅不能戴南红，还得戴一线。哎，一线药师，对哦，你对不对？你这是原来如此，可不是嘛？Goodbye，含着微笑的离开。有朋友说那个有朋友说那个地球超新鲜还有吗？有的，第2季有的，第1季播那么好，都开那个什么了，开那个庆功宴了，能没有第2季吗？啊，那得有啊，第2季有的，就是在研究去哪儿，现在啊，去北极吗？我是不知道，太冷了吧？我不知道去北极还去哪儿，我反正上次我忘了说去南极还是去北极，我忘了。然后呢，我提了一嘴，因为我觉得我想去一趟啊。然后他们说，但是好像谁打了个岔，说太冷了，然后就打岔过去了。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冷在昏黄的尘台，让告别取代了告白。
存在深藏心底的一块，若故事能够重来，能否赦免所有意外？你越遥远，我就越迷恋。世界还是原班人马吗？肯定是啊，应该是不，他的目的一定是，但是看到时候有没有谁的时间，所以大家就在串档期嘛。也飞，我就一步一步追，也毫无保留。我又一次的想你了，星辰一片一片坠。有朋友说今天怎么哼几句都这么好听，真会说话。你估计是太久没见到我了，随便哼几句都这么好听。我要一直一直追，绝不愿意往后退。随便哼几句都这么好听，很好听的。行吧，那既然这样的话，唱一首，哎，唱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唱一首超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唱什么呢？唱一个，唱一个，我这人就是经不住夸。哎，说，哎，你看小宁今天啊，随便哼哼都这么好听，马上唱一个，证明自己有多好听。唱个什么呢？清唱一个吧。不扛夸就是，确实不扛夸，对，一夸就飘，就是受不了。逍遥仙呢？我看看有没有伴奏啊。这歌好像还真是没唱过，但这个歌应该是朋友们这样的，你们也学一学，因为可能西安演唱会我会唱这个歌。行，可以唱，来一个。因为这歌我是第一次上现场啊，如果唱呲了，朋友们多多担待，好吗？这等一下啊。OK， 试一试啊。这歌没唱过，主要是今天那个我的效果是刚调的，所以大家也听听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来。
哎，行吗？现在效果可以吗？这个现在效果有朋友1200值吗？朋友们，太好听了。我虽在岭南的枝头，却横透了天。现这歌唱的还真的有点台词更迭啊。闪烁的霓虹，世界在转动，谁喝了几杯后，对着镜子摇摆晃动，摇摆晃动。闪烁的瞳孔，眼睛在游泳，有什么被歌颂，什么被扼住了喉咙，扼住了喉咙。然后北京供暖了吗？这个看你穿这个不冷吗？开的空调，差点给我干死。来来往往，摇摇晃晃的人徘徊在深夜，半梦半醒的深夜。伤心的人都在跳舞。朋友们，我隔壁好像打起来了。隔壁打架了是吧？你们也听到了是吧？我这个麦克风太灵敏了，你们都听见了，吵吵把火的。刚才那个同声传译那个朋友吵吵把火，用英文给我说一下。吵吵把火那边啊，明明鸦雀无声，你没戴耳机。看我直播得戴个监听耳机才能听到细节，你完全听不到。你现在就是估计是你的环境很吵闹。这样，朋友们，我放个这个 VCR， 然后你们看一下，然后那个我去趟卫生间，朋友们啊，不是那个，我去隔壁看一眼啊，我去隔壁瞅一眼，因为隔壁好像真的打起来了，我去瞅一眼，朋友们啊，你们等我一下，那个一不小心把实话说出来了，那个等我一下啊。我先给你们放个 VCR。OK。Goodbye， 含着微笑的离开，愣在昏黄的站台，让告别取代了告白。存在深藏心底的一块，若故事能够重来，能否赦免所有意外？你越遥远，我就越迷恋。时间一夜一夜飞，我就一步一步追，也毫无保留。我有一丝的想你了，星辰一片一片追，灰尘一夜一夜黑，你会流而上。我有一丝的想你了，哦哦，你会懂得。我有一丝的等待，就别去问该不该，只要你记得回来，每一天都值得期待。偏爱头都能熬成了愉快，哪怕只剩下了空白，也感谢最初的安排。你越遥远，我就越迷恋。时间一夜一夜飞，我就一步一步追，也毫无保留。我有一丝的想你了，
星辰一片一片坠，灰尘一夜一夜黑。在你留耳上，我又一次的想你了。哦哦，你会懂得。又一次的。如果快乐本就有期限，在意识都消失之前，依然捍卫含苞的玫瑰，也是种安慰。我要兑现一起的明天。希望一次一次睡，遇见每个谁都无法改变。我又一次的想你了，我要一直追，却不愿意往后退，就让我沉醉。我又一次的想你了，哦哦，你会懂得。You are, oh you are， 这种滋味怎能无所谓？想你实在煎熬的都能面对。You are, oh you are， 依然捍卫含苞的玫瑰。我又一次的想你了。闪烁的霓虹，世界在转动，谁喝了几杯后，对着镜子摇摆晃动，摇摆晃动。闪烁的瞳孔，眼睛在游泳，有什么被割？回来了，朋友们啊，因为隔壁没打起来，有朋友结果了没啥没有。有朋友说隔壁在看什么？我隔壁确实是个古装剧爱好者，里边是哐在那儿看打戏呢，哐看打戏呢，那面是确实在那儿播那个《暗河传》呢，朋友们，在播放我好朋友龚俊这个出演的《暗河传》，朋友们，那打戏特效绝了，朋友们，哐一顿打啊！龚俊小伙也是真帅，真好看，哎，所以朋友们，最近这个我在里边也唱了一首 OST 啊，这个确实不错啊，这个《暗河传》已经上映了啊，然后呢，这个有朋友说有朋友说俊少打200，我们朋友之间，我跟他的交情绝对不止200块钱，他得打500，不是那个他不用打钱啊，不用打钱，200翻不上啊，因为他下午已经这个给我发消息了，我俩就发了已经，因为他这人吧，他也是那种他非常体面的一个人，就是他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很少给别人添麻烦啊，是这种的，所以当然他也没跟我说他的剧播了怎么样的，但是我这人也很体面啊，我这人也是很体面，但大家都体面人，所以就是挺好的啊。对啊，然后我也唱了个歌，那个歌呢是周4上，所以大家如果最近没有什么剧看的话，可以去收看一下这个我们优酷平台的这个《暗河传》，朋友们多多支持一下。闪烁的霓虹，世界在转动，谁喝了几杯后，对着镜子摇摆晃动，摇摆晃动。
闪烁的瞳孔，眼睛在游泳，有什么被歌颂，什么被扼住了喉咙，扼住了喉咙。有朋友说宁哥你是体面人，是这样的，朋友们，我觉得我在这个行业混的一个宗旨就是体面啊，因为你真的就是也不能，我很多人说哎刘宇宁情商真高什么，就是我没什么情商，我就是对人就是我不过多的谄媚，但是都是过于就是真诚的对待任何一个接触到的人，或者是任何一个我认为是朋友的人，就是正常的对待人家就可以了啊，就是你体体面面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在你有一些困难的时候，这些人不会落井下石，已经是对你最大的帮助了。所以在这个行业混就是这样的啊，当你真的是遇到一些比如说不好的事儿，你就像有的时候我被黑的时候，有一些营销号黑我什么也好，那个骂我也罢，或者是有一些黑粉来黑我，但是你会发现，我合作过的人没有一个来落井下石，而且很多包括采访过我的人都站出来帮我说话，对，我觉得这个都是真诚换真诚得到的一些东西啊，我当然很感激了，当然我别人对我好，我也一样会对别人的一个好，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也不能说真心换真心有点大了，反正就是我对你体面，大家也会对我体面的，就是这样的啊。来来往往摇摇晃晃的人排。有朋友说好的，我先去看《暗河传》了，晚安。啊，可以的，这是你的选择啊。你现在立刻去给我看，你不要以为你不要以为你在威胁我，现在我立刻把你踢出去。你现在看不了我直播了，你只能选择看《暗河传》了。我找到你的名字，我给你踢出去。你等会儿。你以为你在给我抖机灵了？我的心灵，你看我好像年龄很大，但我心灵也很脆弱的。深夜半梦半醒的深夜。有朋友说点有营养的。你来我直播间上课来了。学校就是教你这么多知识，你没有吸收到营养，你到我直播间来听点有营养的。朋友们，要说到营养，朋友们一定说平时的时候啊，多喝这个牛奶，多吃鸡蛋，然后包括一些就是新鲜的海鲜，比如说虾呀这种海鲜类啊，三文鱼啊，这种里边都富有非常优质的这种蛋白质，人体一定得多摄入这种优质蛋白质，这样你的身体会好一些，对不对？就是你要让自己的身体营养均衡。然后呢，如果说平时不爱吃水果什么的，你可以去买一些维 C， 然后让自己身体多补充一些维 C， 这样皮肤也会好，皮肤会白，会细腻，然后对身体健康也好，然后也不容易得感冒这样的，所以可以适当的摄入一些维 C。包括呢，像日常的朋友们想要说，哎，你觉得我最近好像这个身体状态不是特别好，你可以多吃蔬菜。我就是一个什么呢？我就是一个就是不爱吃蔬菜的人，我就一定得吃肉。但是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身体这些营养的摄入一定是什么呢？一定得多吃一些，就是新鲜蔬菜、时令蔬菜，一定得多吃一点，因为它里边有很多的膳食纤维，会促进你的肠胃蠕动，让你的新陈代谢会非常快，清理肠道什么之类的。而且这些绿叶菜当中也富含很多的维生素和一些就是那种优质的元素，让你身体会越来越好的。所以，因为朋友们，要说到这个营养的话，咱们就讲到更那个什么了。其实呢，朋友们，讲到这个人体这一块，咱们得知道一个更深奥的东西啊。今天呢，给大家，因为很多朋友在学校可能没有接受到营养，要到我直播间来吸收一些讲一些有营养的东西，所以今天给大家稍微科普一些东西啊。所有朋友们是这样的，在动物界呢，朋友们只要是什么呢？食肉动物，朋友们记住了，食肉动物就是生物界食肉动物，它的眼睛里的颜色只有2种，比如像狗是食肉动物。他只能看到黑和白啊，他的世界，家里养的小狗，包括我的小狗，他的世界里只有黑白，当然不是说只有黑白啊，就是他的眼睛看到的颜色是非常单一的。但凡是食草动物，比如说牛、马、羊这种的，
只要是食草的动物，它的眼睛是跟人类的眼睛一样的，它是能看到所有的五颜六色、七彩的世界的。对，是这样的。所以，如果归根结底，人类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其实等于是食草动物。哎，所以其实人类本身是应该吃草的，因为你的眼睛可以看到五颜六色，所以在大自然当中，你归类于食草动物。所以，经常摄入蔬菜类的东西，是人类最应该摄入的。当然，肉该吃，红烧肉该怼，我也爱吃。啊，所以够营养吧，朋友们？龚俊来了，欢迎龚俊啊！伤心的人都在跳舞，伤心的人都在跳舞，伤心的人都在跳舞，伤心的人都在跳舞。朋友来了啊，朋友来了啊！刚才朋友刚刚朋友们都说要你给我打200块钱，我说不用了，因为刚才我给你宣传你的新剧了，然后刚才有朋友说那俊少是不是又得给你打200块钱了？我说不，我说我俩关系不差这200啊，我是这么跟他们说的啊，就是反正我是这么说的啊。他说要打500，也不用了，我俩之间就是不需要用金钱来衡量啊。闪烁的瞳孔，眼睛在游泳，有什么被歌颂，什么被扼住了喉咙，扼住了喉咙。来来往往，摇摇晃晃的人徘徊在深夜，半梦半醒的深黑。伤心的人都在跳舞，伤心的人都在跳舞。对，已经今天给你宣传了，然后当然我在里边，朋友们，我在里边也唱了一首 OST 啊 ，OST， 然后也希望大家多支持，好不好啊？多多支持。啊，有朋友说李玉刚老师也在是吗？欢迎李玉刚老师，欢迎啊！我刚看到，因为我这边是那个电脑的后台，所以我是看不到那些嘉宾席有谁的，对。手机用户可以看到下面嘉宾谁在是吧 ？OK， 欢迎老师啊，欢迎，好。啊，他说跟我连麦，我连不了，我连不了，因为我是那个啥，我是电脑播的，我这边没有连麦。没事，下回咱们连好不好？对，我不是手机，我要手机播的是能连的，但是我这个是那个没事，我给你打电话，你有啥说的，咱俩打电话说。我找你啊。哎，没有我这边连不了麦，因为那个我直播播的嘛。行，我知道了。你这个开免提了不？我开了，我得开呀。行啊，我欠你200啊，我待会儿就转你啊，1分不欠。行，可以啊。行，怎么样？我欠你200，然后今天赚了你这么多包场啊，挺多，我赚挺多的今天。没啊，这小事，这小事没有。这个我这个，因为我直播间有些朋友问你说那个让我采访你一下，就是新剧播了压力大不大？压力？你说要是没压力，这是假的啊！你播剧的时候压力大不大？我压力老大了，我整宿睡不着觉啊！哎呀，我天！哎，当时你播那个什么，你播折腰的时候，我们不正好在录地球吗？录第1期，你记得吗？对，在长城。哎，我跟你说啊，你开免提了哈？开了。
我给你粉丝说哈，他压力老大了。刘哥哈就把手机摆桌上，我们录完了我们在一起吃火锅，第一次聚餐，然后呢就是主创们第一次聚餐，对，然后他就一直在看啊，一直在看那个热度，现在就跟我现在一样，我今天晚上就在刷热度。行，没事儿，反正我一直跟你说，我说那个放平心态，就是好的东西大家一定会认可的啊，就是不是没毛病，不用想太多，对，你说。刘哥，你直播完了也帮我看看呗，瞅瞅呗。行，我开两个设备给你看。行，刘哥，好的，好嘞，太好了，我去抢一抢龚俊送的会员。你啥时候在杭州开演唱会啊？我要去啊。行，到时候安排你嘛，杭州安排。行啊，那你去杭州的时候提前跟我说啊。行了，没问题。好嘞。那你多加油啊！谢谢刘哥给我包场。谢谢刘哥给我包场。应该的，朋友嘛，对吧？我后面剧播了，你不也一样包吗？没毛病，没毛病，我包的指定比你多。行了，好嘞，行了，那也祝你这个暗河钻大爆啊！哎呦我天，你跟我这么客气，我天，这不在直播吗？就显得就是咱俩都体面一点吧。行，体面。行了，好，待会儿私聊啊。好嘞，哎，拜拜啊，拜。200块到手。哎，咱就挣点散碎银两，就苍蝇腿也是肉，朋友们啊。要不怎么买法拉利？你要想要成就一台法拉利，你就得在边边角角这块把小钱挣了啊！你别大钱挣不了，小钱不爱挣。世界在转动，谁喝了几杯后，对着镜子摇摆晃动，来来往往，摇摇晃晃的人徘徊在深夜半梦半。有朋友说换手机壳了，品牌送的。手机壳品牌送的，因为它那个我说实话啊，就是这个手机壳是这样的，朋友们，我这个品牌手机壳大家也知道，这个没有必要什么打广告，这个跟我，因为他就送我手机壳几百块钱，我不是买不起，不是打广告，我只是想吐槽这么个事儿。我只是想吐槽这么个事儿，朋友们，我其实不是说要给他打广告，朋友们是这样的。他家这个手机品牌，这个大家我的这些老朋友们，就是老粉丝这些一定知道，我经常用他家这个手机壳。于是呢，比如说我去录节目，包括什么同组演员什么的，然后呢，他们也用这个手机壳。于是乎呢，然后我就说，哎，你这手机壳挺好的，然后他们都会给我说一句啊，品牌送的。我说哦。过2天问那个人，我说：“哎，咱俩同款手机壳，品牌送的。”不知道，反正那个感觉，朋友们，我不知道啊。我就是他跟几百块钱没关系，因为他就是买个手机壳就几百块钱嘛，就几百块钱。我不是消费不起，我也一咬牙我也能消费起，我给人做个剧宣，我就能买个手机壳，对吧？这个钱咱是完全是不舍得的，但是那个就是觉得你跟人都用同手机壳，人家是免费的，你这自己花钱，你自己买的，你就很难受。是我咖位不够还是怎么？是我还得再拍几部剧，再出几首歌，是不是？于是乎，就前一阵突然联系到我们了，说那个我们品牌看那个宁哥总用我们的那个手机壳，你这样我们新出了一个系列，你让宁哥选一选，然后送一套。哦，当时我心想啊，不用，我自己买。啊，别送，还是送宁哥吧，送宁哥啊，那行吧，谢谢啊。他那个感觉不是几百块，不是得了几百块钱，是那种就是有朋友说你看那个狗腿样，
人家送我个几百块钱手机壳，我就狗腿样了。哎，朋友们，我是这样的啊，朋友们，我在直播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时刻是在表演，你们看不出来吗？就是都是那种很浮夸的演绎，就是为了让这个直播更好看。然后呢，就是他是这样的，朋友们啊，他就跟演戏是一样的，每一个角色，朋友们，这个角色啊身上有一些小小的缺点，就会让这个人更加生动。算了，不能教他们。所以呢，我在做直播的时候也故意透露一些我这种狗腿子的这个性格，让大家觉得，就是让大家觉得这人很真实，但又不违反他的一个这个，就是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形象。哎，懂吗？其实很多朋友是能看懂的，他也在捧我。我的直播是这样的，我的直播啊，其实有很多捧哏的，只是你们不知道。我真的知道我的直播有很多捧哏的，就是那些我的那些老朋友，他都知道我在说什么，他也知道宁哥是什么性格，他一路他看了我几百场直播，他能不知道我直播说啥吗？他都能猜透我下一句说啥，但他依旧捧着我，这就是我们之间的默契啊。所以就是送了个手机壳换了，随便换换。伤心的人都在笑，说着你后，世界在转动，谁喝了几杯后，对着镜子摇摆晃动，跳舞，摇摆晃动。伤心的人都在笑，我的瞳孔，眼睛在游泳，有什么被歌颂，什么被扼住了喉咙。有会得到肯定的感觉，也不至于了。我也不需要一个手机壳来得到肯定。这种肯定我宁愿不要，这不是肯不肯定的问题。哦，你把它上升的太高了啊！除了喉咙，伤心的人都在。对，没必要，几百块钱的东西，我真的是。不是说几百块钱不是钱，只是说我喜欢，我愿意去买啊，我跟那个没关系。仨瓜俩枣了，对吧？我一场直播就挣200啊，扣去电费啊，设备钱咱就不说了，就是扣去电费，我一场直播的电费大概在7块钱到8块钱左右，因为有很多灯嘛，包括电脑什么的，7块钱8块钱，我今天一会儿公斤给我转200，我净挣193块钱。有朋友说这刘宇宁一场直播挣多少钱？他播那么勤，是不是一场直播挣多少钱？一场直播挣193，很多人听完之后啊，挣这么多，他估计以为是万呢。唱歌吧。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啊。这歌当时找到我唱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喜欢。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电影节的一个歌，然后呢，它讲的就是演员的一些心声。我当时听完这个词啊，我就觉得有一些部分是在，就是他不是在说我，他只是能表达我内心的一些共鸣。所以呢，我当时就毅然决然的选了这首歌。但是这个歌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很难唱。难唱的点是在于什么呢？他没有什么气口，他没什么气口，就一直唱一直唱，而且那对我压力最大的是那个歌发完之后，我就要在晚会唱现场，他对我来说有一些难。永不散场的告白啊，送给我直播间的这些演员们，哪怕给我捧场的这些也都是演员，你们就是我直播间的群演，好不好？送给这些朋友们，我把这个歌唱给大家啊。
故事结束就散场吗？摘下面具你累了吗？聚光灯下交错的幻影，偶尔难辨真假。遗憾高高低低，需要更多勇气。梦想有多近就多遥不可及。我知道你也会不安犹豫，别担心，来得及。去体验，去体谅无名之辈的迷茫，相信启程就会到达想去的远方，去感受，去放下，去触摸无边的想象，走过了岁月，成为自己的榜样。谁不是一生的伤，站在山巅眺望？谁不是穿过流言，换来欣赏目光？谁不是跌跌撞撞，才懂得悲喜无常？摘下点点的星光，化作永恒的守望。祝福你穿越时光，伤口也开出了花。祝福你眼中有海，倒映星河漫长。祝福你卸下盔甲，拥抱人间沧桑。祝福你千帆过尽，还是少年模样。去体验，去体谅无名之辈的迷茫，相信启程就会到达想去的远方，去感受，去放下，去触摸无边的想象，走过了岁月，成为自己的榜样。谁不是一生的伤，站在山巅眺望？谁不是穿过流言，换来欣赏目光？谁不是跌跌撞撞，才懂得悲喜无常？摘下点点的星光，化作永恒的守望。祝福你穿越时光，伤口也开出了花。祝福你眼中有海，倒映星河漫长。祝福你卸下盔甲，拥抱人间沧桑。祝福你千帆过尽，还是少年模样。你快乐吗？这一次不需要回答。高高低低，需要更多勇气。梦想有多近方，去感受，去放下，去触摸无边的想象。走过了岁月，成为自己的榜样。谁不是一生的伤，站在山巅眺望？谁不是穿过流言，换来欣赏目光？谁不是跌跌撞撞，才懂得悲喜无常？摘下点点的星光，化作永恒的守望。祝福你穿越时光，伤口也开出了花。行。哎，今天效果稍微自然了一些，比之前唱的那些都自然了很多啊，起码它是能够正常收听的一个程度了啊，是吧？光听声音就觉得帅，你什么意思？光听声音就觉得帅。有朋友说自己还要回味一下，不是回味一下，
我回味啥？我自己唱歌我听太多了，我是想听听那个输出之后，音频输出之后它是什么一个，就是大家听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声音？是这样的啊，各位我因为我比较在乎的是观众的一个视听效果，这回好一点吗？这次唱的好像起码就是人声比例什么的这种东西，有朋友说这总算调好了，这1200花的呀。调声卡呢是这种的，我一般都会到网上去找嘛，去网上找那种就是调音师，然后呢，我就这次找了一个之后呢，我是上网上找的啊，不是找我朋友调的，因为我朋友他们就调录音棚什么的比较牛，但是这种软件的这种专用直播用的这种设备他们不太会。然后呢，这次找了一个人，然后找一个人呢，你就是得有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唱给他听，你要唱给他一个人听，他根据你的声音来给你这个这些调试这些东西嘛。然后呢，我唱完之后，这人还点评我的，他上来就问我说：“那个你好，你平时喜欢唱什么样的歌？”我说：“他当然不知道我是谁啊，他说你平时你喜欢唱什么样的歌？”我说：“我喜欢唱一些情歌，我朋友都说我是情歌王子。”都说我是情歌王子，我说哦，他说哦，行，那你唱吧。他说你唱首什么歌？我说我唱一首刘宇宁的歌吧。我没说唱刘宇宁的歌，我直接搜了一个刘宇宁的歌在那唱。唱完之后，他说你的声音里有一种特质，就是那种有一种金属的声音啊，还不错，很好听。哎，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唱那种摇滚，你平时唱摇滚吗？我说我不咋唱摇滚，我这人就是比较内敛，我常年唱情歌。他说你这样，我再给你调一个适合唱摇滚的摇滚的一个那个效果吧，你找首摇滚歌曲。于是呢，我就说我唱啥呢？我说句实话，我自己的歌摇滚的还真没有什么。然后于是呢，我就找了一首这个歌。这个，有朋友来一首，来一个，朋友们，各位那个调音老师，你看看我那个适不适合唱摇滚啊？我这歌很久都没有唱过了，我看看是不是来一首，好，春天的来临，悄悄地释出暧昧的气息，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你清新脱俗的又不失意。哦，你在天南星，刚要亮剑，好美丽哦，好美丽。初夏的来临，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在熟悉充实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哦，你在天南星，气质非凡，好活力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
在单恋的季节，还记得湖畔曾与你相遇。哦，甜甜蜜蜜的暧昧，在热恋的季节，还记得你的笑容无比的甜。于是呢，我就给他唱了一首摇滚的，轻轻柔柔的想念，在单恋的季节，还记得湖畔曾与你相遇。哦，甜甜蜜蜜的暧昧，在热恋的季节。对，所以呢，他说，我就给他唱了一首摇滚的歌曲。他说：“哇，你真的好适合呀，你真的好适合唱摇滚啊！”我不知道他是捧我还是什么。然后后来他又给我调了一个刚才那个版本，刚才那个音效就是适合唱摇滚的啊，就让声音那个滋的音多一点啊。给调音师加200，没有，他对我提的要求太多了。他刚给我调完就说：“你好，你们这边那个能不能先确认收货一下，你把钱转我。”他连我反悔的机会都不给我。没事，反正是大家就是无所谓啊。那你们听的这个感觉是舒服的、舒适的就可以。扣200啊，上热搜3了，真的假的？不会吧？轻轻柔柔的想念，在单恋的季节。明明热搜44，这么低的位置，你跟我说热搜3。Spend all your time waiting for that second chance, for a break that would make有人说你的演技是在直播间里练出来的，这么随便吗？
演戏是一件很严谨、很庄重、很正式、很高尚的，不是高尚，很值得在你心里很就是怎么说呢，很尊敬的一件事儿啊。直播间就是小演一下。So tired of the straight line, and everywhere you turn, there's vultures and thieves at your back. Storm keeps on twisting, keep on building lies that you make up for all that you lack. It don't make no difference.Escape one last time. It's easy. 因为我调好了，是不是随时可以康乃馨音乐节了？没有，我这个月应该不会吧？因为这个月我有西安演唱会，康乃馨音乐节先不弄了，回头弄啊，不着急，他欠着呢啊。怎么事？今天我自己给你唱，你不满意？今天自己给你唱不满意是吧？有朋友问是录播吗？不，基本我个人直播不会录播，品牌直播有的时候会录播，但个人直播基本没必要录播，我干嘛？你是不相信此时此刻2025年10月20号晚上9点18分的时候，你能看到刘宇宁吗？刘宇宁正在跟你同步聊天过程当中吗？In this sweet madness, 现在17分，你们表慢了，你们的表慢。有朋友17分，你表快了1分钟。好，我想想怎么解释。没错，为什么我的表比各位的表都快1分钟呢？因为我告诉我的人生一定要比别人努力多1分，我的时间也要比别人快1分钟，这样我才能抓住每一分每一秒，让我的人生不会虚度。所以这1分钟的信条就是我活到今天的一个人生格言。你要比所有人都快1分钟，哪怕是1分钟，你会比很多人更快到终点。brings me to my knees. 有朋友说好了，18了，现在18了，没错，你们18，但现在我的表已经19了。The angels fly away from here, from this dark cool. 怎么样？刚才有朋友说你能不能说点有营养的？刚才那一段有没有营养？简直可以说是正能量，朋友们，来看我直播想看点营养啊，也是绝了。And the endlessness that you feel, you are pulled from the wreckage of your silent reverie. You're in the arms of the angel. May you find some comfort here. 纯鸡汤也没有了啊！我也整不了什么鸡汤。You're in the arms of the angel. May you find some comfort here.
有朋友这梗接的太快了。有朋友说刚才那个是纯鸡汤，不，其实它是。当天空的萤火流向我，有朋友说啥？你反应这么快，你反应这么慢，你看不了我直播，你会跟不上。曾谎言到你心中有爱抵达要多久？而你的泪，我的痛，全都是爱的毒酒。我揭不开这绳索，就放手去沉默。爱一旦入喉，宁愿一醉方休。有朋友说让我唱个这个歌，这个歌叫《毒酒》啊，我看看有没有网上有没有伴奏。毒酒还真有。想听吗，朋友们？唱一个吧。没唱过，我不知道能不能唱了，我试试。当天空的云朵流向我，侵蚀我的魂魄，直到软弱。你编织好的网，我看不破，直到这爱变成一生的梦。说谎言到你心中有爱抵达要多久？而你的泪，我的痛，全都是爱的毒酒。我解不开这绳索，就放手去沉默。爱一旦入喉，宁愿一醉方休。爱是一种毒酒，让人失措。喝下你的解药，却着了魔。骗自己爱一次就足够，就算没有用，真心被许诺。从星空到你心中，用泪抵达要多久？而你给我的温柔，全都是爱的毒酒。我喝下了我的痛，去换你的自由。爱一旦入喉，宁愿一醉方休。在深渊背后挣扎许久，我想问天空，让这一生盔甲总是为你破碎又如何？也从来没有错，太阳也终将会坠落。我拼命抵抗所有的荒谬。从星空到你心中，用泪抵达要多久？而你给我的温柔，全都是爱的毒酒。我喝下了我的痛，去换你的自由。
爱一旦入喉，宁愿一醉方休。我看的绳索，就放手去沉默。爱一旦入喉，宁愿到你心中用泪抵挡。有错，太阳也终将会坠落。我拼命抵抗所有的荒谬。从星空到你心中用泪抵挡，要多久？而你给我的行还行，我听听那个压缩比例怎么样？有朋友说那个声卡调完了，立刻吸粉100万。没有啊，没有吸粉100万。今天我看有朋友说宁哥能不能在演唱会唱这个歌。说能不能唱这个歌？在西安的时候，我好像有背这首歌啊。我看看啊，一起趁年少有没有伴奏啊？应该没有。没有伴奏。啊，那我直播就不唱了。问千年，问千年是啥？问千年是什么？哦，问千年呐。走马嘿，此心如铁，把万里星传哎，一轮明月。我只是一时之间没反应过来而已。我当然知道问千年是我的歌，我当然知道这歌我录的时候我还那个什么呢？啊，当然知道这是我的歌，没问题的，这首也好听。踩在脚下的月，人就站在这里，一那一瞥，黄土烧过的黑，余温仍烫得真切，旷野之下沉睡那段圆缺，莫停歇，我乘船走马，此心如铁，把万里星传，一轮明月。有朋友天光，天光这个我看啊，天光这个歌我很喜欢，但这歌没火。这歌是我为数不多就是觉得很好的歌，但是我
有一次那个什么，有一次一个活动说要不唱《天光》这个歌吧，但是我试了一下，现场唱太难了，这歌太难唱了。一个这个歌，还有一个是那个丽颖那个他那个戏叫啥来着？之前那个戏，对，就这个啊，不，那两个歌都让我上现场，我后来就是犹豫再三呐，犹豫再三没唱啊，我怕现场唱呲了，因为这歌很难唱。来吧，冲破命运的网，向风的方向，将月光埋葬。来吧，奋不顾身一场，用尽所有信仰。来吧，展现你的锋芒，别害怕受伤，天地间翱翔，翱立于云霄之上。雪一点一点滑落在指尖，快擦干眼泪，在风雨来临前。无尽的黑夜，连恋恋不舍，谁要守护的笑。麦克风刚才坏了一下啊。刚才你们觉得我唱呲了，我就刚刚没好好唱。来吧，冲破命运，来吧，冲破命运。还有一首歌，咱家朋友们很喜欢，但是我基本很少唱。我唱过一回，唱的非常呲，就这首歌。我想，我担心生命，你冲，你无端心间。似梦相对，人却无言，相拥何时变成相见？天各一方，也许算是成全。我痛，我伤，爱如夜。这歌再也唱不出这种感觉了。纵使我再进步，或者再对音乐的理解提升，这歌唱不出那个感觉了。因为这个歌啊，当时是用了一个800块钱的麦克风录的，那时还在丹东呢啊，而且是我自己录的，非常简陋的地方录了这么个东西，有朋友说今晚来个大呲专场，什么就是意思就唱呲是吗？我唱歌从来不呲。你刚才听错了，你可能对我有所误会，你可能对我不是很了解，我从来不呲，刚才就是网卡了，朋友们，刚才纯只是说卡网络这块呲了，我没呲。哎，刚才话筒不好啊，都行，反正话筒也好，网也好，电脑也罢，反正都是跟我没关系。唱可好了，我本人唱可好。
你看，你能说抱歉？爱在恨里偏偏撕裂，恨是被爱不断变迁，像我一生追求的消遣。有朋友说，我只愿唱一下帅哥，我只愿我这个歌我很喜欢，但是我就不唱了，我怕唱完给我累死。那歌容易给我唱死啊！因为那天我对那个歌印象很深，就是我光录它录了6个小时，录了6个小时，是我有史以来录音最长的一首歌。我只愿啊，我那个老师，我们那个制作人老师要求老高了啊，也跟要求没关系了，就是他要的感觉比较的不是我平时的一个东西，但是弄完之后就还挺不错的，我就觉得都值得，有不宁哥聊聊天吧，别唱歌了，用你管我，你别整得像很关心我的似的啊！开个玩笑，没有，他是心疼我呢，但是我不用啊，不用告诉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这人就很叛逆，我妈的话我都不听，我能听你的。你可以说我跟你说。我这人就是那种，就是你别看我年龄很大了，但我这人纯就是那种小孩，就是那种也不说小孩性格吧，就是纯就是那种不成熟的那种性格。如果你想让我干啥，比如说你觉得宁哥很辛苦，你想让我休息一下，你不能说宁哥别唱了，你休息一下吧，你不能这么说，你这么说我肯定不会休息的。你要这么说，你说宁哥再给我唱10个，唱100个，我还想听，这个时候我就会说。你让我唱我就唱，我偏不唱，我休息一会儿不唱了，来，我就这性格，我是这种的。你跟我认识这么多年啊，你可能是新粉，你跟我认识这么多年，你不了解吗？你得反着来，我就是这样的。我的人生信条就是我就不，还得必须是破音版的，我就不。有人说我是霸总，我说不，我纯奶狗，就是你懂吗？哎，就这种的。有人说我奶狗，我说不 ，no， 我霸总。就是非要就是对着干，我觉得这个人是叛逆啊，叛逆期30多岁了还没过。有朋友说：“宁哥，拜托别理我。”不，我就理你，我就要理你。你让我不理我就不理，我得理你啊。有人说可能更年期，我是男的。你给我出去！等会儿拜托别露腹肌，拜托别露腹肌。行吧，听你的。我们东北有一句老话叫听人劝吃饱饭，还是听别人劝吧。行嘞，那我不唱了，好不好？我不唱了，那个我放个 VCR， 然后我去个卫生间。各位等我一下，我找个 VCR， 我找一个。来个这个吧。刚才有朋友提到这个歌了，我就
放个这个。你相见。我们六道堂的人，只要不是龙归故里，死在哪儿都一样。一姓天地，二位同袍，三壮来路。刘洛，想不想跟我去安国，去看看你从没见过的大漠和孤烟？跟着别人干就算了，跟着宁头你干，我愿意考虑一下。孙朗擅长就是防御，臣早有此意，定不负使命。贵精不贵多，4个就够了。若是注定消散的面容，执念被世无用，心如所有破碎怀中。世事纷争多少，爱恨无处可逃，看眉眼上对谁仰照，却怎想命途万千。我亲自前往安国，救回圣上，让他亲口跟天下人证明天道殉职兄弟们的忠贞英勇。杨毅，请你记住了，整个使团上至我和杜大人，下至马夫内侍，他们之所以愿意拼尽性命陪着你去，他们不是因你愚忠，也不是为了加官进爵，他们只是为了让两国百姓少些沾污，为了那些战死沙场却被铺上叛徒脏水的天道兄弟们洗清冤屈而已。若相聚恨离散，我不会跳。何时起寒风？事无能，将之责。之所以发生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在后方指挥不当，未能提前预料地形，所以我宁远州罚鞭10记。拿鞭子来。好。若是注定消散的面容，执念本是无用，倾注所有破碎怀中。世事纷争多少，爱恨无处可逃，看眉眼上对谁仰照，却怎想命途万千。帮主想留我兄弟做客，未免还欠了点火候。你我别梦恨，天地悲欢几段，琼云烟下人生无。我还不了解你，你就是嘴硬，人生苦短。为什么在一件事情上纠结来纠结去，大半夜在这儿？这人一辈子动心会有很多次，但不是每次都要付诸行动。谁人唤醒一斗转，路远浩渺，良辰何日还？愿中风未完，此生安来世还。有人说过，寒夜中他们悄悄地走着，相约黎明之后。如果说烟火注定暗中。来了，朋友们。闪烁。
我这边拿了个水去，没水了。对着镜子摇摆晃动，摇摆晃动。然后哭完了。闪烁的瞳孔，眼睛在游泳，有什么被歌颂，什么被扼住了喉咙。有朋友拂晓也是你唱的呀？哥们儿唱的 OST 太多了，可能很多新粉儿，我们很早就认识你，很早就听到我的歌声了。各部门作业，目标已经到达后三甲村口，准备行动。这歌也我唱的。这次您回来为家乡带来了什么礼物呢？爱吧，我觉得。好，注意感受，开始。去远方，去远方，歌声多激昂。他背起行囊，一路走他乡。几个踉跄，翻过山岗，河水声冰凉，没有人知道他的方向。他总说他也算聪明的模样，却不懂转弯又不假思量。可他说：“亲爱的姑娘，不要担心我，让我再闯闯，让我再试试我的胆量。”他是挺好个人呐，平凡而伟大，痛不怕，他苦不怕，啦啦啦啦啦。是多好的人呐，黄也要开花，你看他成。作文题目：不可错过的时光。什么是不可错过的时光呢？我爸爸曾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桥梁建筑师，可他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完全错过了我的成长。他总是说，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就好了。从北上下打算走过，已不能为你做什么。哇，这歌，我看看我能不能唱啊？我想试试。这歌我好像唱过一次，直播的时候唱过一次。啊，没到。从北上下打算走过，已不能为你做什么。路过的树还刻着我们的年幼，是否此刻的你一样无忧？点燃了星空，点燃了未知困惑，一股新的走，黑暗吞噬线索，把你消失无踪。不经一番花落已成空，心却还在为了你守候。记忆轴承赤血翻涌，随萧瑟的风。不经滴水穿石的执着，不能唤醒曾经的懵懂。或记不起灿烂感动，别忘我曾为你耗尽温柔。
一起明明的一番心，让我们度过无数冬。见过广阔不同的心，就能相拥，承载彼此来自心中种种碎片的记忆，就能够温暖全宇宙。就算世界为敌，想着你就能活，从来就不懂惶恐不息。在你面前却瞬间失控，思念不断让心松动，甜蜜的折磨。不信这人世间有百痛，若不是与你分离开过，热闹可以共生寂寞，悲喜也无用，只为你心动。望着你没入人海中，幻觉中是真实。不好意思，后面忘了怎么唱了。这歌是我很早年间录的一首了不好意思，卡了，也不是后面忘了怎么唱了，网不好啊。有朋友您那个今天是宁哥这个怀念金曲的一天吗？我的歌称不上金曲，我只能说它代表着我每个时期的一个经历吧啊。这个歌还挺好听的，其实就是我总没有机会再去唱它啊。你说业务生疏也不是，就是这歌忘了怎么唱了，其实太久没唱了，抱歉啊。人老了总是喜欢回忆，是跟老了其实也没关系。你看戴米都不开心了，不能说我老。传承这歌也很好听，唱个这个。历史的重重叠叠，笔画的盘丝句点，连战草里千丝万缕的情书印签。如有人穿越千年，平淡质朴来问笺，故意斑驳如历万丈，阅人马之间，为此书心上，心志满卷下，喜鹊和浑然都风雨四溅。古老的眷恋，无心平复天，远去的留下的凝望的尘世的珍惜，传承人心间无尽的眷恋。古老平复天，坎坷的磨难的冥冥的，从晨曦暮色共享传承了璀璨。有人穿越千年，平淡质朴来问笺，故意斑驳如历万丈，阅人马之间，为此书心上，心志满卷下，喜鹊和浑然
都风雨四溅。无形的眷恋，古老平复间，远逝的留下的凝望的传世的成绩，传承人心间无尽的眷恋，古老平复间，坎坷的磨难的冥冥的众生系暮色，共享传承的璀璨。无尽的眷恋，古老平复间，延续的留下的凝望的传世的成绩，传承人心间无尽的眷恋，古老平复间，坎坷的磨难的冥冥的众生系暮色，共享传承的璀璨。蒙圈了吧？是不是懵了？懵了吧？听进去了，您别替他找吧，真就是蒙圈了，戴米被迷住了。你被迷住了吗？啊？行吧，下去吧，可以了啊！上来给大家打个招呼，陪我唱了一首歌，这纯是看演唱会坐腿上，这是听演唱会坐腿上的。行了，去吧。有朋友可以唱《新鸳鸯蝴蝶梦》吗？可以，我不是我找一下那个伴奏有没有，还真有。朋友们，这首歌呢是我在大湾区上唱的，大湾区晚会的时候唱的。来，听听直播间版和大湾区版有什么区别。
这歌我就已经歌词都已经背下来了，都不用看词儿，因为这个太小的时候就想唱这个，小的时候就喜欢这个歌。以前那个时候总要翻唱别人的歌的时候，那个时候学歌学了好多，然后但现在就是也没有什么机会，没什么机会去翻唱太多的歌了。然后有的时候我翻唱人歌，人还告我，所以就不太喜欢唱别人的歌了。以前我随便唱，以前唱的时候没人告我，那现在开始告我，说到底是谁，我就不说了啊，因为我怕我说完之后更多人来告我。还不纯傻子吗？你我远去不可留，情日暖我心多纷纭。舟到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透。明朝惊梦似鸟流，看似像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何时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有朋友说，那告你的不是傻子吗？这么大明星给他宣传，没有，你千万不要，朋友们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啊！我啥也不是，我也不是什么大明星啊，就是因为他可能就是，我觉得人和人的那个想法是不一样的，可能他的他的理解可能就在于那一步了哦，他没有想过一个整体的东西，他因为在这个音乐行业说白了就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抬头不见低头见，早晚能合作上的你就哪怕你不惜跟我合作也没必要啊，因为都认识，这圈子很小的对，就是没必要啊，就认知问题，这我觉得这是更多是认知的问题。你说无所谓了，尊重。有朋友60岁可以公布名字吗？可以。靓仔可以来首粤语吗？我会的粤语就那几首，我以前的直播经常展示的就那几首，我粤语歌真的就会那几首，我就可能再让我去唱别的，可能就唱不太了了。哦。来个英文歌，英文歌也就会那么几首。闽南语也就会那么几首。闽南语就会这一个啊，就是每次唱的时候都心虚。
现场那个，比如说那个就是能听懂闽南语的朋友先出去一会儿啊，能听懂闽南语的朋友先出去一会儿，好不好？给我3分钟时间，也可能用不了，我唱一半心虚我就不唱了。然后你出去一会儿，一会儿我唱完我叫你，好不好？啊，我怕你们听得难受。嗯。
多谢啊，不是，多谢是粤语。是这样的啊，刚有朋友说来个韩语，我觉得因为我直播间有很多就是韩国粉丝朋友们，有很多。你看我为什么每次我一说唱韩语，你们就说 if you if you if you， 我只会这一首吗？你瞧不起谁？我只会这一首。差不多吧。我看看有没有伴奏啊 ？If you 有没有伴奏？他为什么没有音译歌词？为什么没有音译歌词？他就是这个纯弄上韩文，谁能看懂？行吧，那很多朋友想听，因为我现在估计直播间有很多这个来自韩国的粉丝，也要照顾他们一下，对不对？给他们来一首就是他们这个语言的歌曲。这样，我用我的 iPhone 17 Pro Max 2T 版本橙色搜一下 If You 的音译歌词。If You 中文谐音歌词。是这样的，朋友们啊，它就算是谐音，但是你要把那个味儿唱出来很难，你懂吧？因为它原版的是这样的，它那个客鸟嘎头拉嘎优那嫩阿木够豆害素欧必所有撒浪恩多拉嘎优那嫩怕不琼楼谋阿尼所因内佑莫哥能几能克对摩斯马妈能怕大波达
啊，他是这种的。但是你要给他唱成，有朋友别念了，我先熟悉一下。叶心嘎丁那儿，你心嘎那儿，阿吉诺木嫩吉阿那达喵。啊，朋友们也是这样的，歌这个东西啊，就哪怕你不会。你也要把它的味道唱出来，你就是要把它的味道唱，就是自信，朋友们，把它的味道唱出来，来，你好，来，我唱一下。我说宁哥，你这是大左味儿，大左不是这样的。算了，我就不跟你们学了，没必要。来，来了啊，朋友们。我能甘心他的。我试试调，这歌容易给自己唱急眼。刚才把这个东西有点上升，有点高了，上升到唱给韩国粉丝的了。唱完这首歌，韩国粉丝脱粉了。不行，我得找个墨镜去，等我一下。啊，在这有，我得戴个墨镜，有点见不得人感觉。好，OK， 没问题。这样是唱词里认不出来是我。要不把口罩戴上吧？算了，口罩是不戴了。그녀가 돌아가요. 나는 아무것도 할 수 없어요. 사랑해도 나가요. 나는 퍼프처럼 뭐하니 서 있네요. 묵으시는 그대 모습만 내 바래보다等一下，重来一下。我觉得刚才不够自信，我自己都觉得唱不下去了。刚才有点不自信，朋友们，这把自信一点啊！不是卡了，就是刚才有点不自信。刚才自己因为就是不够自信，这就不对，人一定得自信。重来。그녀가 떠나가요. 난 아무것도 할 수 없어요. 사랑해도 나가요. 나는 바보처럼 뭐하니 서 있네요. 묵으시는 그의 모습만 내 바래보다
작은 점이 돼요 사랑진담 시간이 지나면 또 모든 시간 이 생각이 나 이 생각이 나 If you 아직 너무나지 않았다면 우리 다시 돌아갈 수 없을까 If you 너도 나와 같은 해줬다면 우리 저기 시계 갈 수 없을까 잘하고 그리서 그는 어딘가요 정말 아무 놓지 않는 건가요 이별이 지나봐요 그래 잊어야 하지만 쉬지가 않네요 먹어지는 그의 모습만 내 바래보다 작은 점이 돼요 사랑진다 시간이 지나며 떠면은 시간 이 생각이 나 이 생각이 나 Oh If you 아직 너무나지 않았다면 우리 다시 돌아갈 수 없을까 If you 아직 너무 가져해둔다면 우리 속에 시계 갈 수 없을까 잘하고 그래서 어느 가시 가려리는 나련히 빛나려리면 헷갈린자가 더 우리고 사랑 속에 머리 너와 둘이 우리 좋았기 다 쉽게 나게 사고 헤어지 이런 슬픈 미모길로 난 우리 몰랐을까 If you 아직 너무나지 않았다면 우리 다시 돌아갈 수 없을까 If you 우리 다시 너적해둔다면 우리 속에 시계 갈 수 없을까 잘하고 그래서 Thank you.闪烁的霓虹，世界在转动，谁喝了几杯后，对着镜子摇摆晃动，摇摆晃动。闪烁的瞳孔，眼睛在游泳，有什么被咳嗽，什么被扼住了喉咙。扼住了喉咙，来来往往，摇摇晃晃的人徘徊在深夜，半梦半醒。有没有趁点劲儿来首这个英文的？有没有给泰国粉丝来一首吧？泰
泰国歌曲。ว่ารักแล้วอะไรก็ยอมทนเพื่อบางคนอะไรก็ยอมทำทุ่มเททุกอย่างทำเพื่อคำว่ารักแต่หากว่ารักแล้วไม่มีอะไรดีและนานไปไม่ได้อะไรคือThăng thoai tinh tông toai Hăng khung minh cảm mày Rong thiên tung toai Tăng toai Mang theo kinh tông mây Tiêu kinh tông nghe kinh tay Tông đi đây Tông chi mày chân tay Không ta đi mày toai 你介口卡每年嚟，無力見米見運一比，東對東溪，你同永遠共你中貴，但那見到我愛的他中對，你同爭東米，東對東貴。佢同空蹦嘅底打底，咪同計嘅地考到拍上底，你送牙墊底，拍上底。那麼相愛，也用愛傷害，永遠用來演一場意外。孤單站台，苍茫的人海，多想崇拜，此刻停下來，經不起那天長地久的等待，卻又為何難以釋懷？別在我離開之前離開，哪怕再多一秒徘徊，縱容我對你最後的期待。空在你咪快得盡到腦快先逝，你仲睇到每件都發痛在，你同哪裡嚟？怕公鬼。d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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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大家咁睇，快能見到我等到死，才能見到我埋是他中底，你同家都埋。別在我離開之前離開，一定會笑着 say goodbye， 雖然心早已裂成了碎塊。別在我離開之前離開，哪怕再多一秒徘徊，心的愛還在，是我活該。別在我離開之前離開，一定會笑着 say bye bye， 寂寞用手來把我掩埋。抗凍短，
你以为我不会呢？好不好听，朋友们？有朋友听完这首歌说：“宁哥，你可以开全世界巡演了。”没问题的。可以吗，朋友们？这个有朋友说泰国粉丝听完跑了，那也是属于天意吧，也不怪人家。闪烁的霓虹，世界在转动，谁喝了几杯后，对着镜子摇摆晃动，摇摆晃动。闪烁的瞳孔，眼睛在游泳，有什么被歌颂，什么被扼住了喉咙。哟，这词儿是不是瞎唱呢？没有，这个我是专门去学过的，那些都是很标准的啊。如果你懂泰语的话，你一定知道我唱的是对的。啊，如果你不懂的话，那你就觉得是有问题的。啊，你懂的人自然懂，懂的都懂。扼住了喉咙，来来往往摇摇晃晃的人徘徊在深夜半梦半醒的深黑。有朋友泰国模范真表示很开心，你是真捧场啊，你很捧场啊。伤心的人都在跳舞，伤心的人都在跳舞，伤心的人都在跳舞，伤心的人都在跳舞。闪烁的瞳孔，眼睛在游泳，有什么被歌颂，什么被扼住了喉咙。日语灌篮高手吧，算可以吗？青鸟我也会。ROE ROE ROE ROE。我不是演过吗？在那个。羽ばたいたら戻らないと言って目指したのは青い青い縄空。悲しみはまだ覚えられず切なさは今掴み始めたあなたへと抱くこの感情も今言葉に変わってく道なる是不是？ROE ROE，那是不是跟那个？世界の夢から目覚めてその羽を。我搜一下有没有刘宇宁版本的啊？上没上架？没上架应该啊。ROE 啊有。决定展翅飞翔，决心不再彷徨回望，我们目之所向是那片湛蓝穹苍。来，我们仨一起重温一下这段演出。决定展翅飞翔，决心不再彷徨回望，我们目之所向是那片湛蓝穹苍。
我们是天涯究竟何为悲伤？那是深深煎熬，谁叹心痛苦模样？你我曾殷切期望，怀揣炙热理想，是如今只言片语的力量。为许世界有没有方向放了起来？见你目光，在那天无月亮回放，向海去放。真相是飞翔。这心不再彷徨回望，我们目视所向，在那边，在那边，洁白冰上，只听得很灿烂，你推开路头是的，不离开路好多。Aloy, aloy, ano sola. Aloy, aloy, ano sola. Aloy, aloy, ano sola.若不算真正体谅，究竟何为悲伤？别开始启程前往，去探寻痛苦模样。你我曾殷切期望，怀着炙热理想，是如今只言片语的力量。为谁续写？是你幻想幡然醒来，坚定目光，是那片无垠的远方，张开翅膀。Apa cerita modulan naik。有朋友刚说，朋友是跪下那一场吗？是，不要提了好不好？啊，不要提这个茬了。是，当时给我整懵了吗？当时吗？有朋友说你放那个跟那个工藤静香那一场，那个歌叫啥？最初的梦想是吗？那个朋友们，我说实话，那场没唱好，那场我彩排的时候唱的老好了。我彩排时候我唱的不是彩排时唱的好了，彩排的时候唱的就是我觉得是比现场唱的好太多了，因为太稳了我唱的彩排的时候啊，但后来正式演出的时候，就是你知道人就是容易人来疯容易。我看底下站的都是我的同僚，都是同行，有前辈有后辈有同行有对家啊，没有对家啊。当时呢，我就是寻思好好，我就是把那个劲儿拿出来，寻思好好唱。结果你越想给好好唱，他那个东西，你的东西越不稳。啊，所以就是有一点那天其实有点没唱好啊，有点没唱好，决定展翅飞翔。这心不再彷徨回望。我回来听，我每次演完出我都会听我当时现场唱的怎么样，热搜是吗？热搜我跟你说，人呐，就是人闲人啊，真的是闲的，特别喜欢窥探别人，尤其窥探到任何隐私上的事，老开心了，老伦理上的事，老有意思了，觉得啊，你觉得老有趣了，就是那种的，就这种的可容易就是。也不是闲出屁了，因为大家都是娱乐嘛，娱乐现在不就是窥探这个隐私，然后那个玩梗啊，就这些东西嘛，所以这个没事儿，无所谓，无所谓。我想说，在我这儿啥事儿都不是事儿啊，啥事儿都不是事儿，挺好的，玩嘛，
所以那个朋友们，如果进来此时此刻还没有关注我微博的朋友，关注一下我的微博啊。Goodbye，含着微笑的离开，冷在昏黄的站台，让告别取代了告白。存在深藏心底的一块，若故事能够重来，能否赦免所有意外？你越遥远，我就越迷恋。时间一夜一夜飞，我就一步一步追。没事儿啊。也毫无保留，我有一丝的。有朋友说没有，朋友们，我为什么刚才那么说，我为什么说那个字儿，我就是要冲一个热搜。懂吗？我刻意这么做的，我刻意说的那句话，其实都是我设计的，你们完全，我刻意设计的，懂吗？没事儿。一夜一夜飞，我就一步一步追，也毫无保留，我有一丝的。我们玩自己的啊，玩我们自己的。想你了，心声一片一片水，回声一夜一夜黑，在你刘海上，我有一丝的想。有朋友说，给俄罗斯的粉丝唱一首，俄罗斯的粉丝，我不太会俄罗斯歌曲。卡秋莎呀，算吗？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相信这个歌一唱的话，现场有很多。刚有我唱《心愿蝴蝶梦》的时候，有人就说他爸就跟着唱的。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只有风儿在轻轻唱。月色多么好，令人心神往，多么迷人的晚上。真好听。月色令人心神往，多么迷人。来，我唱一下，我找个伴奏，这个没人告我了吧？哎，这个伴奏好像不太好，我找一个那种，就是刚才那种的，很。算了，就这个吧，就这个吧。
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树叶也不再沙沙响。夜色多么好，令人心神往，在这迷人的晚上。夜色多么好，令我心神往，在这迷人的晚上。小河静静流，微微泛波浪，明月照水面闪银光，依稀听得到有人轻声唱，多么有情的晚上。依稀听得到有人轻声唱，多么有情的晚上。长夜快过去，天色蒙蒙亮，衷心祝福你好姑娘，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有朋友来首《喜羊羊》美声版。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野羊羊，懒羊羊，这一年分开了，离开了。别看我只是一只羊，绿草因为我变得更香，天空因为我变得更蓝，白云因为我变得柔软。别看我只是一只羊，羊儿的聪明难以想象，天再高心情一样奔放，每天都追赶太阳。世界旋转了一圈，笙箫更替了一轮，曾唱着喜羊羊的我们是不是变成无聊的大人？沿着不入中的轨迹，平行的循轨道去。还有个声音在心里，别让风声干扰自己。去惩罚我，不会去欣赏。有什么危险在我面前也不会是慌乱，就算有狼群把我追赶，你也当作游戏一场。在什么世界都爱开心，笑容都会飞翔，就算会跌倒站得起来，永远不会沮丧，在所有天气拥有叫人大笑的力量。虽然我只是羊，别看我只是一只羊，绿草因为我变得更香，别看我只是一只羊，每天总在追赶太阳，停下脚步回望，一路许多故事可讲，阳光、空气、青草、花香，在前行的每一步里，快乐其实从未消散，在心里变成一种力量。如果低头让你感到沮丧，不要忘记抬起头看那星光。
来，用力大笑，和伙伴们一起大笑，我们无所畏惧的长大，不要输给这个世界的复杂。煎熬永恒在身上，我还想和你一起大声唱。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什么羊什么羊的喜羊羊。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慢羊羊、软绵绵、红太狼、灰太狼。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慢羊羊、软绵绵、红太狼、灰太狼。谁让我是谁呀？谁让我只是羊？别看我只是一只羊。很高兴能和你一起长大，每天都追赶太阳。再来一碗羊汤。啊，就满足，就是朋友们想听什么，我们就是闪烁的霓虹，世界在转动，谁喝了几杯后？让这些朋友们啊，就是让这些很多可能此时此刻很多看我直播的并不是我的粉丝，如果此时此刻还没关注我的话，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就是要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看过刘宇宁直播，看其他艺人直播，觉得有些无聊。哎，就是这个直播间活非常多啊。摇摆晃动，摇摆晃动，闪烁的瞳孔，眼睛在游泳，有什么被歌颂，什么被扼住了喉咙，扼住了喉咙。来来往往，摇摇晃晃的人徘徊在深夜，半梦半醒的整夜。伤心的人都在跳舞，伤心的人都在跳舞，伤心的人都在跳舞，伤心的人都在跳舞。海绵宝宝，熊出没，熊出没我还真没怎么看，以前看过一些啊，但是不是特别熟悉。有朋友说来首屠洪刚老师的你怎么唱？哦，这个歌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从天而降的你，坐在我的马背上，真好听啊！如玉的模样，清水般的目光，一丝浅笑让我心发烫。你头也我斗胆唱一个，斗胆啊！
你从天而降，等你落在我的马背上。这伴奏啥啊？这是伴奏太差了。你的汗。伴奏太差，算了，凑合唱吧。他这个伴奏是后做的，他前奏用的是原版的，然后到了那边突然进了一个那种特别差的那种的。对，他这个伴奏确实有一些不太行。向天再借500年也是这范儿的是吧？再借500年。朋友们，你现在在家看直播的话，你爸妈在旁边，你就是你要跟他们，等我唱的时候，你要跟他们喊一句，会唱的朋友一起唱好吗？这样我不算冒犯啊，我都是长辈，但你跟你爸妈你们近乎，你可以到时候你听你就跟你爸妈说，会唱的朋友一起唱好吗？嗯。沿着香肠起起伏伏温柔的曲线，放马爱的中原爱的北国和江南。面对冰刀雪与风雨多情的陪伴，
珍惜苍天赐给我的金色的华年。做人一滴肝胆，做人何须艰险？好心不变，年复一年。做人有苦有甜，善恶分开两边，都为梦中的明天。看铁骨铮铮踏遍。这么高吗？你别跟你爸妈说唱会唱的一起唱好吗？我不会唱，太高了。这歌这么高吗？我再试一下啊，我再试一下。看铁骨铮铮踏遍万里河山，我站。就是不行，对，因为这个朋友们是这样的，我到了高音的时候，这个对音频设备的要求非常高。刚才那个就是我这个麦克风已经承受不了我这个高音了，那种穿透力，它已经就是这个麦克风自己懵了啊，它已经识别不到了啊。我紧握住日月旋转。太高了，它识别不到，所以没办法，设备跟不上了，技术上升了，但设备跟不上了，没办法。有朋友说我爸吃东西在那儿听你唱的一句一口喷出来，对不起叔叔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哥不好意思，我靠，我唱的这个音频叫做超声波，刚有朋友说超声，我还超声刀呢，我超声波，朋友们，我刚才那个音色处理方式是用的热玛吉的方式，朋友们，用的热玛吉方式，热玛吉唱法啊，你听到那个波形叫做超声刀啊，它主要就是提升啊，做一个提升音质的感觉啊，超声波。我给你来个热玛吉手法，热玛吉唱法。朋友们啊，我直播的时候唱的歌呢，不代表我的这个演唱水平，因为什么呢？因为确实，台上，因为确实是什么呢？台上1分钟，朋友们，你别以为做一个歌手很简单，台上1分钟，台下那就是60秒。所以说，就是你需要很多的60秒在台底下去反复的训练，才能有舞台上闪亮的展现啊！刚才就是随口一唱，这个希望不要影响到我的商业价值，因为我最近有3部剧的 OST 要上线了啊，好不好，朋友们？希望刚才那一段跑音的那个不要给我传播，好不好？你们就给我就锁死在心里啊，把这个刚才那一段给吞肚子里咽下去。哪怕它是毒药，哪怕它是苦酒，你给我咽下去，咽到肚子里去。Goodbye， 含着微笑的离开，冷在昏黄的站台，让告别取代了告白。存在深藏心底的一块，若故事能够重来，能否赦免所有意外？你越遥远，我就越迷恋。
时间一夜一夜飞，我就一步一步追，也毫无保留，我又一次的想你了。星辰一片一片坠，灰尘一夜一夜黑，在你刘海上，我又一次的想你了。哦哦，你会懂得。我又一次的等待，就别去问该不该。要不说咖啡肯定代言了，没代言咖啡啊！不要胡说八道，出去给我传。我看前两天有说我代言咖啡了，没有，咖啡没有合作啊。没有咖啡合作啊。还有网上说什么说刘宇宁伯爵啊，伯爵我也没合作啊，朋友们啊，没合作，没有啊，可能以后有机会会合作，但是最近没有啊。包括咖啡啊，也是以后可能会合作，但最近没有啊。只要你记得回来，每一天都值得期待。凭爱偷偷能熬成了一块，哪怕只剩下了空白，也感谢最初的安排。你越遥远，我就越危险。时间一夜一夜飞，我就一步一步追，也毫无保留，我又一次的想你了。星辰一片一片坠，灰尘一夜一夜黑，在你刘海上，我又一次的想你了。哦哦，你会懂得。我又一次的，如果快乐本就有期限，在一切都消失之前。现在是11点11，这样我播到11点半吧，好不好？就是凑个整数下播。我播到11点半，跟你们再唠一会儿。喝的苏打水啊，喝的苏打水，没喝可乐啊。也是种安慰，我要兑现一起的明天。希望一次一次谁遇见每个谁都无法改变，我又一次的想你了。我要一直追，却不愿意往后退，就让我深邃，我又想你了。哎呦，老大，你讲个睡前故事吧。我的故事你们都知道。吓我一跳，我以为家里怎么进来人了，结果是我看错了。我吓不吓人？这故事吓不吓人？吓人吗？You are, oh you are， 这种滋味才能无所谓，让你实在煎熬的都能面对。You are, oh you are。然后老大怎么减肥？减肥啊？减肥我也不知道，我也被困扰着，我也不知道怎么减肥。你像你这种朋友啊，在直播间里刷说老大怎么减肥，你这种人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啊，不能就透露自己内心的想法，你这样会一会儿有一些就是在网上卖减肥药的会联系你的。说你好，我这里是这个有一款产品是非常适合你的啊，吃1粒减8斤，不减你找我。会有的。
减肥尽量就是不要吃一些药物上的东西啊，其实就是总有人说喝凉水都会胖，那是不可能的啊，就是你的胖都是你吃的啊。你光喝水，你每天就喝水不可能胖的，你信我。你还是不是说喝了水，吃了2个汉堡，3个鸡腿，1盘焖饼，3锅猪头肉，4条肘子，肯定是的。含苞的玫瑰，我又一次的想你了。有朋友说你会出演音乐剧吗？我不会，我也不敢。就是偏怎么说呢？就是我用脑袋过了一下，我觉得那个东西不是我能驾驭的东西，我就不去。因为为什么呢？你做每一件事都得付出你的精力。你要不无论学习也好，练习也好，你做音乐剧，你肯定要去学呀。你去学呀，对吧？你要练呢，得排练呢。因为我有朋友做音乐剧找我了，然后但是我确实是我觉得第一，我觉得第一是啥呢？第一是我没有那么的热爱我可能是喜欢，但是没到热爱的程度，我就不会想去做。因为我要去做的话，我一定就想给他做出点成绩来，所以我又没有那个精力去做，所以就不去了包括像很多朋友刚刚说，哎，你上脱口秀啊，你上这个脱口秀讲脱口秀，你说话有意思。我觉得还是术业有专攻，人家讲脱口秀的就是很厉害，我就是嘴贫一点，逗闷子是可以的，但是真正上了那种舞台是完全不行的，因为那种也需要花长时间跟观众去训练，而且自己脑子就转得非常快。我跟那些脱口秀演员比，我差太多了。对，所以像脱口秀我也不会去做，我也不会去上节目去讲这些东西的。对，就是我直播里乐乐呵呵跟大家聊聊天就挺好的啊。怎么减肥？我刚刚已经说了，就是减肥其实就是少吃东西，吃的东西你要控制它的热量。第二，你要想减得快，你一定得有运动，哪怕就是哪怕你是走步，比如说你家附近有山，像我在丹东住，我家附近都是山，爬山就是走那个，但是不是说真正的攀岩那种爬山，是有那种盘山道，你每天走一圈这种就可以减肥。其实减肥最快的方式是什么呢？我也是在网上搜的资料，就是早起空腹爬楼梯。早起空腹爬楼梯。然后有一阵我就想快速减肥嘛，我就想说，那我就搞一个那个空腹爬楼梯吧。但是呢，我白天又有工作，那我想说，那我晚上睡觉前我爬楼梯。爬楼梯没有什么次数啊，就是爬时间嘛。比如说你爬到24层，然后坐电梯下来，再爬上去，坐电梯下来再爬上，爬40分钟到半个小时到40分钟就可以就是那个晚上，然后呢，我就有一天晚上，我就真的是大概12点左右，我想说那我就爬楼梯吧，因为我白天没吃什么东西，我寻晚上爬楼梯吧。然后那个结果我就到楼梯里了嘛，到楼梯间里，因为晚上那个别说晚上了，白天那个楼梯间都是黑的。然后呢，整个楼梯间特别黑，没有任何的声音。那个灯呢，又是那种声控的。我不能一直这样拍手吧，拍手的话我会怕吵到邻居，所以于是乎我就爬了3层之后，给我吓完了，我就回家了。我就害怕我怕也有别人在爬楼梯
可能是我们邻居谁在爬楼梯，我俩撞上了，我俩都得被吓死。有朋友这是鬼故事吗？不是，就正常减肥的，讲减肥的事儿啊，只是说对，但早起爬楼梯是没问题的啊，早上就是热情洋溢的啊，所以可以的。火海让你铠甲并肩穿过阴霾，撕开命运灰暗的痛快。有朋友说，那爬完楼梯，空腹爬完楼梯，岂不是饿了吃更多？所以要控制饮食嘛。就是主食摄入一定要，就是你想快速减肥啊，你要是因为基本上很少有人能够坚持1个月减肥的，所以呢，最好的方法就是，但是是对身体不好的啊，这提前给大家说，就是快速减肥。快速减肥，因为你减到一定数了，你就不减了，你就可以适当吃东西了。但是如果你一直在磨磨唧唧要减不减，那个过程当中会让你直接把减肥的那个心消除了，所以就不太行。正常就是主食摄入，基本上我，因为我分享的都是一些在场可能很多女性嘛，对吧？我直播间女性比较多，我跟你们分享就是那些我见过的女明星她们的减肥方法。你们现在用的直接是明星方法，朋友们。绝对不是，就是你都直接用上这种就是明星减肥法。是什么？就是纯不吃一天可能就是就吃那种蔬菜，光吃菜叶子，天天就菜叶子实在饿的不行了，吃个苹果；再饿的不行了，喝水。基本主食是不会摄入的，面条、米饭、馒头这些花卷、酱饼。这个肉夹馍什么的不可能吃的就这种东西你就可以放弃了别说那个女演员了，男演员也很多也是主食是从来不吃的我有很多朋友是从来不吃主食的，米饭这些东西米饭馒头这些都不吃的然后呢基本上吃饭只吃菜就是吃点鸡蛋什么的都没问题。吃饭只吃菜，你可以试试每天不吃主食，你的体重一定会下降的很快的我永恒的守在一瞬是一生超越生。有朋友说好的，感谢教授，咱们顶峰相见。就是你听完你用了我分享的女明星减肥法，你用完之后你就成女明星了，是这意思吗？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平时朋友们，我平时上网我搜了很多那种就是如何唱高音该怎么唱，转音的时候要注意哪种技巧。当我看完这篇文章之后，华语乐坛就变天了是吗？当我掌握了这个方法，华语乐坛就要变天了，对不对？感觉以后华语乐坛的半边天就是在下了，是这感觉吗？不可能的啊，没有那么的。来自于星辰与魂，或者只为你存在。故事里的爱在长夜澎湃，飞扬或覆盖，我心只有你明白。为这生死一度爱，为你燃烧的姿态。敷衍过海。有想念西安美食吗？有的也当然还好的原因是现在就是因为全国各地，其实你想吃哪的美食，你打开你的那个外卖什么都能点所以就还好有朋友说，那宁哥你不吃碳水不会缺碳吗？我可是要吃碳水的我只是告诉你们减肥别吃，但我减肥我吃我不管，我得吃。没有了就是我碳水也吃，因为我是最爱吃大米的人，我特别爱吃米饭，但是就是减肥的时候就少吃嘛，少吃，因为我现在做歌手，我跟演员还不一样，做演员朋友们是可以完全不吃的，是可以完全我甚至做演员有几天是一天啥东西也不吃，就喝咖啡然后今天就只喝咖啡只喝水，然后一天啥也不吃，然后就睡觉，然后第二天呢起来就吃一根玉米，晚上再吃一根玉米，第三天再什么也不吃，就硬饿，这种是瘦的非常之快的
但是对身体是不好的啊，朋友们，这个不推荐大家去那个什么，对，这种是不推荐大家，因为很容易把胃弄坏，很容易把身体弄坏。但是拍戏没关系，因为拍戏其实你的只要是不是打戏，应该基本的戏你靠精神力都能支撑住。但是唱歌不一样，唱歌啊真的是你要消耗的是很多的东西的啊，唱歌你要调动身体所有的机能，对你的身体调动机能的东西要求调动要求很高，所以你必须要摄入一定的营养啊，你必须要摄入一定的营养，否则你唱你会贫血，气不够啊。我有一次录歌录的就是那种头晕了，直接低血糖了啊，所以你不吃不行的，嗯。送你解开，为你多爱，一些委屈不放开，哦，穿过黑暗的地带，哦，我的信念只为你主宰。有朋友说不吃碳水会脱发，它就是短期的啊，它就是短期的减肥，其实没有长期减肥，长期减肥那是不对的一件事儿，也不是不对的一件事儿，会非常遭罪的。其实我建议大家就是在非常短的时间，比如说1个月。我也计划1个月我减15斤或者减10斤，我1个月的时间，我这个月就要给它减下来。减下来之后，你就可以恢复正常饮食。但是呢，在正常饮食的时候，你稍微注意一下饮食，就不会回弹，不会回弹的很多。如果说，比如说我终于减了10斤，我可以放肆吃了，那你就一定会回去。但只要你注意，你说，今天那个碳水我少吃点，就完全就可以保持你原来的一个稳，可能会上升1、2斤。但是绝对不会又回去的，就是这样的。你算了，不知道，你们也没必要。你要不然减肥干嘛？你当明星啊？你要当明星啊？你要出道啊？健康最重要啊！不被凡事打败，生死相随换心爱，并肩击溃过的。有朋友说就是管不住嘴，我其实也是。你记不记得我忘了是哪一场啊？是第2场是哪？武汉那场吧。武汉那场我不是上台就跟大家说，我说朋友们，我今天有点拉肚子。为啥？因为我有一个那个长沙的朋友啊，就是他每次有的时候我会邀请他来看演唱会，包括我团队他们会邀请他们来看演唱会，其实就是湖南卫视那帮人嘛，湖南卫视的朋友。然后他每次来都会给我带一个长沙的一个特产。就是那种特别辣的那种豆腐豆干之类的东西，是深圳第2场是吗？那好像是。他就每次来见我都给我带那个长沙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辣的那种豆干干的那种的，然后呢他会给我带个4、5袋，然后呢不是臭豆腐，就是那种豆干，就是豆腐干。有豆腐皮儿、豆腐干，然后各种的那种的，那个长沙的朋友应该知道。然后呢，他那天就给我带来了，然后我那天一天没吃饭，我就想说别吃了，第2天演唱会我早上起来吃碗面，然后呢我就稍微瘦一点，演唱会瘦一点好看嘛。结果半夜呢睡前呢我就看了他一眼，我说那我就吃2块吧，吃2块解馋，我就睡觉了。结果打开之后一整袋这么一大袋全吃光，特别辣啊，特别辣，越辣越想吃，越吃越辣。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肚子开始难受。还好那场坚持下来了。然后呢，后面有一场他又来了，又给我带的。然后我团队看到了，说，老板，这尽量别吃了吧。我说，对，你给我收起来，拿回北京吃。是勋章在胸口澎湃，将你的名字镌刻在我心海，当机会常为你创个年代，我只为你存在。宣誓一生，超越生死的未来，曾与星辰与魂，或者只为你存在。故事里的爱在长夜澎湃，被烟火覆盖，我心只有你明白。为这生死一度爱，为你燃烧的姿态，
行嘞，朋友们，那如果此时此刻你还没有关注我微博的朋友，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那今天的直播也差不多了，在这里呢，也祝各位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美好的夜晚，这一夜有你们真好，愿你们这一夜过得愉快。那咱们就下次直播不见不散了，朋友们。晚安各位。悄悄，只有风儿在轻轻唱，夜色多么好，令人心神往，多么迷人的晚上。拜拜。